比较难处理的点就是后期的节，前中期其实没那么怕，主要就是让对面前中期没有那么多的节奏，好起出来就行了。感谢小树送出来的事事如意灯，谢谢。什么符文？我带的是3蓝加上一个红色系的天赋，但是不推荐大家带我这一套。大家带的话可以带3绿，因为我的 E 技能基本上不会空，要不然就是不交，要不然就是交了就不空。但是如果说大家玩的话，你带我这套天赋，你E 技能空了的话，你对线就直接做了，就玩不了了。就是空一个技能就直接爆炸。W 没打中，那这个时候要小心点。我们要先等兵线交汇。这个霞我看出来了，他的一个站位，E 技能回拉，点燃术，但是没有提前破到他的骸骨，所以说这一波换血的话，还行，没有那么特别的赚，因为猫咪等会儿就可以利用他的技能把霞的血量给他回上来。我们这时候先卡好草的位置。好，卢仙这个时候把兵线给点，不着急。好，他经验没有闻到，把兵线卡回来。我们家永恩去入侵他的野区，然后直接入侵我们家永恩的野区，但是我们上单可以支援过去，怎么说？可以杀万好，可以。他们中单没法过去，来了一手反向操作，不着急，往后走。他现在已经很难吃兵了，这就是铁男辅助打猫咪的一个压制力，像上把一样，上把也是这种画面，吃了2个。这个地方他加速了，拉不到，E技能回拉。这个时候趁他普通攻击抬手的间隙再拉他，打他一个闪现。没有闪现之后下波就能杀了，小心护盾抵挡一下伤害。骸骨刚刷新，如果说这个骸骨不刷的话，我 Q 闪上去他就要死。5秒钟，等这5秒钟结束他就要着了。先把兵线放过来，他现在的话没有闪现，他站位只能靠后，只能等兵线进塔。趁他骸骨没有刷新。这个兵都不吃了，重锤，他死了，烧一下，再见。A 一下猫咪，触发冰川减速，再帮 AD 吃钱，打的就是极限，因为这一波要卡在他骸骨没有刷新的时候，然后我们赶紧动手。如果说等他骸骨刷新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杀他了。骸骨的 CD 是45秒钟，差不多还有个10秒钟就要转好，所以说我会着急，这一波一定要把它给越掉。红水晶，速度之靴，看一下 AD。那我还是要出个小反甲，把装备卖了。AD 没有做重伤的话，我们要直接做一个重伤，因为打猫咪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每天都要来喷一下橙子，不然睡不着觉啊。为什么要喷我呢？铁板学啊。就是猫咪这个英雄回复能力比奶妈都要强，所以说这个小反甲是一定要做的。然后对面打野下一波可能再过个10秒、20秒，再过20秒左右会来我们双组，所以说在20秒之前我们要赶紧先着急动一下手，不着急。这个位置 AD 不好跟上输出，先往后拉扯一下。海闪取消，他姐在我们这附近的，小心哈，这一波一定要小心，这一波不能动手，把兵线放回来。这个兵线对于我们来说非常舒服。做好眼睛，往前面走一下，他中单要来，不着急。这个位置中单排了个眼睛的话，我们再做一个眼睛，插一个。OK， 他马上升5级了，看5级之前能不能对他动手一波。海闪过来 EQ 重锤，我每一个 E 技能都不会空的，护盾开一下，走了，打他一个大招就够了。OK。那其实像现在这种线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推进塔下越的，因为对面的 AD 啊，他现在没有技能，他没有大招，但是他选择回家，很稳健啊，很稳健。那我们只能继续把兵线给卡住了。他现在对线是非常的坐牢的，我对线一个 E 技能都没有空，你只有像我这样子对线，你才能带我这套天赋，你知道吗？就是3蓝，要不然的话都得老老实实去带3绿去打猫咪。因为如果说但凡你空一个 E 技能，你这种对线你都是玩不了的。为什么我不会空技能？是因为我卡在他普通攻击抬手的间隙，我卡在他想要补刀的间隙，我才去放我的技能。这波他去中路去了，不跟我们对线去了。我靠，真的假的？中路把我们炸弹人给杀了，不跟我们打了。小心啊，永安！闪现过去随永恩去了，能走还行。这位置我们家上单也来了，我可以稍微支援一下，不着急。让 AD 自己吃就行了，他现在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对面 AD 在这里，
那我就直接走了。这个位置你敢来的 ，Q1 重锤点上直接挂上，我前面追击，他的那个技能马上好了，我们这波得往下面走了，得走，他中单来了，小心一下。但是不知道这中路有没有大招，护盾开一下，闪现直接溜了，不给他任何操作的空间。因为侠打我的话，其实我不怕，但是如果说对面中单伤害打到我身上是很痛的。我出的是一个小反甲，然后我没有那种魔法抗性，等下还要再出一个护甲，回家。他要攻击这个防御塔，想把这个塔给拆掉，能拆掉吗？拆不掉。那我们现在来中路，点不掉。如果说这个塔的血量到差不多600点左右啊，然后它是可以直接放一个炸弹人之英雄是这样的，它是可以直接放一个 W 技能，把这个防御塔给炸掉的。他们现在要下去搞炸弹人去了，先排个视野，这波我得保一下他，不保他的话他要死。下来，他现在一个人有点危险，先把眼睛给做上，帮他把视野做好。然后下路再吃一波钱嘛，因为这波中 AD 在中路把中路的线给吃了，所以说我们中路没有钱可以吃，那就来吃下路的钱。重锤走一下，把兵线拉过来就行了，让炸弹人炸完这个兵，然后他就没有任何压力，然后我们再去支援队友，再来中。因为对面企业的话，目前来说在中路靠，这波上路小心，他们中野都在上面，我得过去支援一下我们家的永恩，要逮到他了，一个大招大过去，永恩能活吗？能走吗？他有技能吗？但是回去了，被万豪色提闪现抱住了，一技能回拉重锤，直接开大招关这个劫，打劫的血量，点燃挂上，他劫只要没有状态的话就没有办法动资源，一技能回拉还是要死，再见。这波就是直接开大招留人，不用想别的，不用想你要去拉谁不拉谁，你就直接开大招留人就行了。然后先锋的话要过来帮队友打一下，这个先锋最好是给 AD 吃，对手的霞加上炸。对手的霞加上猫咪啊，在下路狂吃，他们可算是找到了一会儿发育的时间了。那他这把会比较肥，他们中野的话，因为霞跟猫咪没有过来支援，所以说这一波并没有打得过啊！你这个炮台这样子放的，这不对啊！炸弹人，回拉一下，快走，不能再打他了。一个大二把兵线全部炸了，一技能回拉重锤，看一下朗姆，还能追吗？追不上了，那我就直接走了。这波 AD 下去杀对面的霞应该是能死，我们直接回家补一下装备。再出一个推棒。巨人腰带，黄图铠甲。你像哪怕我出的是纯肉装备，但是因为我有这个被动啊，铁男这个被动，加上点燃术，加上反甲，这3重伤害，打这个劫打在他身上还是非常的痛的。就单一的伤害放在他身上可能看起来没多少，但是你3重伤害一起打在他身上的话，这个伤害是非常痛的。这波中路线可以吃，把中路线给推了，还有2个兵。吃完再走，中路还有一波兵，炸弹人直接去帮他打小龙去了。但其实这种中路线是需要过的，他不吃的话，那只能我来吃了。因为你像这种时候是我辅助该去下路的时候，然后炸弹人跑去下路，那这种兵线就只能给他过去。因为你不是说吃的是队友的钱，你这种钱你不吃，你浪费的是一个节奏，浪费的是一个时间。你不把中路线推过去，他中路永远不会有人过来守这一波线，你永远看不到对面中路的位置，他们中路的人就可以去一直游一直动。好，让有人自己打了，他们这条龙是不要的，不着急，一技能回拉，我靠，有点厉害啊！这个人直接一个一技能把我的技能给躲掉了，跑得非常快。现在没有魔抗，他打一套伤害在我身上还是非常的痛的。他们现在最肥的点就是这个阿罗拉，出了一个法爆，拦一下他。去把果子给吃了，他们下路要对我们炸弹人动手，直接开闪现了。炸弹人应该是要死，因为劫还在。把这个眼睛给拍了，上去可以找一下对面万豪的麻烦。把这波线给蹭到。OK， 走了，再来中。这把游戏的话，打到现在我们经济值领先2000块，只有我们双主是优势，所以说这一把我们一定要站出来。140块做狂徒，那这波线吃完就差不多够了。AD 如果说不回的话，那这波继续跟着他去起一波节奏，看一下对面下路要不要继续带。好，不带，非常的稳。这里做个眼睛，他们走到很后面才回，但是或者可能在这个位置，已经回去了，看到了，视野残留。那这个位置直接回家，把狂徒做出来。每天都听梦的光点不会腻吗？这是童年最喜欢的一首歌哈，不会腻的。
想一下再出什么呢？再出一个永生花吧，让自己更肉一点。这把游戏打到后期，我们这个阵容没有对面厉害，因为对面有个杰这个英雄后期太猛了。好，不着急，我这个位置他是没有发现我的，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再反他蓝 buff， 下路是2个，上路也是2个。OK， 那我们直接溜。霞追着他们2个人打，猫咪现在是跟着霞的，小心啊！但是我们家上单也是非常的肥，红 buff 也可以吃，但是卢锡安要去下路吃防御塔，那我们可以过来，小心啊！你们上路这波最好不要打架，有人没去，上单可以走一下，大招捏死就行了。他如果说阿罗拉过来，直接开大2把关进去，好，走了。这个时候可以回家，但是我说实话，看一下万豪这个位置，万豪很嚣张的，E技能回拉重锤，但是没有拉到，他很细节走位扭开，点燃挂上，爆卢锡安，一重锤，但是被卢锡安E技能拉开了，2个 E 全空。我说实话，每一波都是，炸胡这个万豪每一波都是左拳右拳，他不是说刻意的去躲我这个 E， 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预判他，就导致会有这么一个傻瓜的画面，真的捞仔吗？然后负极斗篷，直接传过去。他这波想杀的人，杀这个自私的人，我们直接过去，逮到就死。看一下哈，想在什么位置啊？悄咪咪摸过去，看一下他要不要吃这个线。重锤 E 技能回拉，锤烧他，再见，再一下走。他杀我肯定杀不死，直接交闪现，不给他任何的不给他任何的操作空间，因为杰也在后面。我这波但凡技能被他打到，我都可能要死。卢锡安在下路，那这波可以说，趁着这个中路兵线没过来，他不知道我们的视野，所以说再去下路保护一手卢锡安。不知道他能不能打得过，小心哈。那这个样子看来他应该是打得过的，因为他在疯狂的拉扯对手的万豪。然后我告诉你啊，这波对面中野他们是不想要大龙的，所以说我们这波直接来保护卢锡安，他也不知道我的位置。好。并没有想对卢锡安动手，那我们就直接露头，蓄了一个海闪过来。怎么说？E技能回拉过来，草台往后走，玩的还是非常嚣张。走一下，对面这波4个人，想看看卡尔玛可以不？可以的，可以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玩，但肯定不是说对面选猫咪的时候玩卡尔玛，因为猫咪后期会比卡尔玛厉害，然后前期也会比卡尔玛稍微强一点。就导致现在对面选猫咪，你只能选一个铁男去打他会比较好打。小龙10秒钟，稍微小蹲一下。他们现在节奏非常的没有节奏可以起，他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节奏稳下来了，经济领先8000块。这把哪怕是对面是高手，但是在如此窒息的节奏之下，他也很难玩。可以去找一手对面阿罗拉，但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眼睛被看见了，小心哈。我过不去，大招捏死。OK， 他并没有选得上。直接关，把他关进去，防止他把伤害打到我们家队友身上。等他走 ，OK， 还行，开大招了，看他过不过来。这个位置卡住，不着急。万豪现在还是有点肉的。像刚刚这个大招可关可不关，可以关也可以不用关，因为这阿罗拉伤害实在太高了。好炸弹人，好炮，一炮把他秒杀，点燃挂上，再锤他中路防御塔，这波直接进塔。让这个防御塔打我，他就打不到我们家小兵身上。再推下路，有人这个位置怎么说？还行，能走，稍微小看一下他。重锤，他霞要复活了，我们这波直接走了，因为我们这一波没有办法继续取推进的节奏，并且身上的钱已经够了，回家直接把永生花做出来。感谢福福妹送出来的21个星光闪耀，E技能帮他拉一下，重锤，快走，炸弹人，稍微保护一下他。这个位置杰还想追，那你上路兵线怎么办？这个塔还好被对面给守住了，要不然的话他这波就亏炸了。永生花，下一件装备的话，直接来一个大反甲，把这个小反甲给它进阶一下。现在我不需要小反甲的重伤减对面的治疗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大反甲来反对面，打我等于打自己，反弹伤害。这一把相当于是那种高端对局当中的一种运营局啊，没有很多的架去打，因为对面这些英雄他不是打架的英雄，然后就一直在发育，不给我们找机会，不给我们起节奏。中野的发育还是非常好的，结1万块，中单也有1万块，他们现在经济还挺高的，14分钟，
是他们现在能打的最大的经济了。准备起他们上路2塔的节奏，抬个视野，看到万豪，这个野怪也可以吃。理论上武器辅助也行，武器辅助太呆了，不行。铁男辅助是因为他的手长，他可以利用 E 技能超远距离拉人。对线的时候 ，E 技能只要不空，你对线打猫咪就随便打，不可能输。谁上路塔？武器辅助的话是太呆了，你知道吗？太呆了。他需要跳斩上去，但他跳斩的距离本身就比较短，就不厉害。其实现在猫咪跟杰或者跟阿罗拉会好一点，跟着霞的话没什么用。霞现在经济只有9000多块，他已经起不来了。就只要说我们不给他节奏的话，他没节奏起来，这霞根本就玩不了，你知道吗？这波可以去把对面下塔给拆了，来点兄弟啊，来点后面点就行了，我扛着。他这个下路塔只有300多点血，那3路高地全破，怎么说嘛？看一下。预判杰要过来的位置，好，他不过来，去打大龙。慢性死亡，嘿嘿。铁男辅助不单单克制猫咪，就是他像他其他英雄啊，比如说要对我的队友动手的时候，我也可以开大招去关他。他不单单只有一个猫咪好打，你懂我意思吗？好，直接开大招关杰啊！这波其实不关，烧死他，再往前面走，往这个位置走。好，重锤，E技能回拉。因为杰这个位置一定是必死的，锤。我怕这个杰啊，等下伤害一瞬间把我们家队友、把我们家卢仙给秒掉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说这一波直接关他。那么看一下对面的中单阿罗拉怎么说，往前面顶他位置，E技能回拉 ，A 一下再见，闪现拉开，不要让他把伤害打到这个小兵身上，我们这波就可以一波300多点血，还是推不掉。等我狂徒回一下，然后我进去就可以推了。撤退，这个时候进去点。稍微回点血，等一下狂徒。直接点的话点不完。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铁男辅助打得不错，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包括最黑科技的辅助教学。就比如说这一把的铁男辅助，这个辅助是我开发的，用来打猫咪。就这个辅助可能很早之前就有人在玩，但是我发现了这个英雄打猫咪比较好打，所以说给他进阶了一下，相当于是我在这种黑科技辅助上面啊研究了一下，科研了一下，导致他现在一个最好打猫咪的黑科技辅助，甚至比其他正常的辅助都要厉害。橙子一般播几个小时，一般每天都播个差不多3个半小时或者4个小时左右。来给大家发一个宠粉红包啊！这个红包的话，给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同学啊报销一下那个粉丝团灯牌。怎么可能说大家每天来支持橙子，还让各位花钱呢？是不是啊？感谢字母 A 的关注，谢谢。先把龙龟办了。我玩双人组的话，我是只办龙龟的，玩辅助这个位置，因为龙龟这个英雄，抓下路你是防不住，你哪怕你怂你也防不住，那就只干你，哪怕不吃兵不吃线，你躲在塔下也不行，因为他的 gank 你防不住啊。辅助真的假的？辅助主播嘛，没有错，就是我，就是那个最帅的辅助。天使辅助还行，天使辅助没有那么强，没有特别的厉害，因为前面对线他会容易坐牢，你知道吗？这个英雄对线不厉害，对线很弱的。打到中后期有个大招确实很强，但是也就一个大招了，也就一个大招跟一个 W 主 W 是这样的。对面这一把选择的是一个巴德，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兄弟们啊，想不想看卡尔玛打巴德？因为对面巴德这个英雄是一个线霸英雄，帅哥打野跟我换一下，不选莫甘娜，这把不选莫甘娜。德莱文加巴德，想不想看卡尔玛？就是最适合大家去单排上分的英雄，而且很厉害。我直播间很多同学用这个英雄，本来是宗师大师，现在上到了王者，正准备冲至尊。本来是王者的，现在已经在准备冲至尊了。洛好打。那这样吧，我们因为今天发了一个视频嘛，今天有很多同学是看了那个视频进直播间的，想学习一下这种顿顿流卡尔玛怎么玩。
我是学盾的呀，你怎么又选伊泽瑞尔？要给大家做教学的话，就不是 QQ 流的卡尔玛，是盾流卡尔玛。然后护盾猛击，强化攻击，蓝色系带超人。但是大家玩的时候不建议带这一套，大家把这个天赋截图下来，不要带我3红的天赋。我3红是纯前期天赋，那个天赋打到后期没用，这个天赋后期会厉害一点，就是这一套。好，先保存一下。彗星纳尔辅助怎么样？玩的还可以，我觉得不太行嘛。对面是高手巴德，主玩巴德的巴德霸，我们队友是3排的，那对面应该也是双排加3排。这把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最有质量的一把对局了，因为我们这边队友的分段都比较高，都是至尊王子，然后还有一个是300多名的，这把要认真了。盾流卡尔玛简单又厉害，而且不需要什么操作，就比其他有操作的英雄都要厉害。但是这也是现在版本软辅的一个常态，现在就是你要去玩一些有操作的硬辅，它不厉害；你要去玩一些没有操作的软辅，它厉害，就是这么回事，很畸形，就导致你硬辅你已经没办法输了。以前的版本是硬辅比较厉害，但是硬辅操作难度比较高，所以说大家那个时候还会有人会去玩硬辅，但是这个版本就是你软辅厉害，并且软辅比较简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会说去玩什么硬辅去了，简单又强势的英雄谁不喜欢玩呢？护盾帮他抵挡伤害，再 A 一下 ，Q 技能躲了。前面打巴德的话，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对面是德莱文加巴德这2个英雄，前面会非常厉害。不着急，我也不能着急主动上去开盾跟他换血，因为巴德马上升2级了，一定打不过。而且他的 AD 是一个德莱文，这个英雄很厉害，所以说我们前面只能抗压。但德莱文这个英雄打到后期就是一坨，打到后期不厉害。好，护盾过来 A 一下，先把他果子没有吃掉，有点可惜。走，这个位置不要吃他 Q， 治疗术开 A Q 被晕住了，护盾 AD 可能要死，打个1换1。这人头的话我吃了，我怕他拉出塔外杀不了。但这波是亏的，因为他拿了个1血，并且德莱文把自己的被动给他打出来了。我们这波可以稍微小看一下我们家的费德提克，让有人走就行了，不用继续杀他。这就是对面前面会比较强势啊，所以说我们家的队友啊，锤他交闪现了，这个位置加速过来看一下，他有哪一口？那我们这波可以把线给控住。德莱文前面太厉害了，所以说我们前面不能这样去打。我在一直找一个很好的站位，然后去扭掉这个巴德的 Q。看 AD 有点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东西啊 ，Q 一下，哎，那其实这把还是带3绿厉害，但3红没有发挥出它的作用，因为带3红的话是，你对线要起到压制节奏，但是你对线没有起到压制节奏。好，这波小心，德莱文前面太厉害了，这英雄护盾，瑞文也来了，闪现直接拉开。哇，兄弟，真的假的呀？游农。但是打了个1换1还可以接受啊，强杀就是啊 ，Q 一下。这瑞文是打野还是中单啊？真的假的？打野瑞文3级抓下路，这有点想不到啊。不过还行，可以接受。我们这波打个1换1，然后 AD 的经济没有特别差劲，我们这波来中路，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帮中单起一下节奏，因为这个时候你 AD 去下路去了。好，这个时候直接回去了，得赶去下路。CD 鞋的钱刚好够，但是我现在不能回家，回家的话会浪费节奏，先做个视野。他这种强行越的话其实不赚，这样子会让我们稻草人发挥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打1换1是可以接受的。有人带的是屏障是吗？没有。那这一波卡特对于自己的伤害计算没有特别的好。我说了，我们打这2个英雄就是抗压就行了，打到后期他不是我们的对手。A 些 E 技能护盾抵消伤害 ，Q 接。不着急 ，W 小练一下，但是不用着急上，因为太强了。你巴德加德莱文前面没有英雄能打得过，你德锤都打不过这2个。德莱文是下路前面最厉害的 ADC 前期，但是打到中后期他不是。Q1 往后面走练一下，往前面溜 ，A 接一个大招拉住治疗术，拉回来还行，看一下锤，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你了呀，瑞文，你个狗，太恶心了。
那这把他就是把自己当成龙龟来玩，但你看他经济，他现在只有2200块。我们打野的话，现在是2300块。我们打野0-1，他0-0-2，他很多野怪没刷的。他这种gank我是可以接受的，无所谓，你跟我自爆好了。反正我打到后期，我不需要很多钱，我不需要很多装备，你杀我是无所谓的，你只要不杀 AD 都可以接受。我只需要一件香炉就够了，只需要一件香炉就够了。你没有听错，看一下中路这个永恩能不能救到他？护盾过来，好，保护他。那这个时候中路还有一波线，下路也有线。中路这波线的话，永恩要回家，那我们就还是去吃下路线就行了。被军训了吗？是的，是的，被军训了。没事，哪怕瑞文喜欢来抓，但是我还是要嚣张。为什么？因为我还有闪现，下一波是有闪现的。Q 帮 AD 把2个兵都给补了，不着急。有种不祥的预感，这瑞文可能是树下路了，就不走，再学盾。说实话呀，这个眼睛我得插这个草丛里面，现在得防备一下他。他是红区，他不刷，他只要不露头，我们下路就不打架。我们这波稻城如果说来的话，那就可以打，不着急。护盾加速一下 ，A Q 练一下，往前面走，打一套，再溜。留2层被动是很舒服的。2层被动的话，我们可以 Q 去2段 E， 去强化 E。他瑞文一直不露头的，那就不上 Q1 来了瑞文，没事打我无所谓。W 练一下，往前面走，治疗术开。开一个大招，开一个 E 技能，闪现拉开。我们这波稻草人来了，稻草人你还不上，走了，我就知道他要来，我靠！但是我有闪现，那就还行。你真的是瑞文，你麻瓜呀！你野怪你不刷，你就疯狂抓下路，你真的可怕，你下路出问题出事情了。我告诉你，这一把我玩的是一个卡尔玛，我哪怕我1-10、0-10的，我都有用。稻草人冲了，怎么说 ？Q1 加速一下。能有个助攻行，回家了。你以为只有你有打野啊？我也有打野。他打野这种就是自爆式的，你看一下对面打野现在经济3500块，哇！我们打野0-1-1，他0-0-2，他经济没有我们打野高。那么瑞文你怎么能这样玩呢？你又不是龙龟，你是需要去吃钱的，哥们儿，懂我意思吗？你抓，我跟你说啊，你抓成功还好，你像他这种抓，只要有一波抓失误了，他游戏直接结束，他直接爆炸，他不能允许有失误。去找一下卡特的位置，这波先给他套个盾。OK， 卡特不在，那我们家打野打这个峡谷先锋啊，就会非常的安全，打小龙，懂我意思吧 ？Q 一下，帮拦住他就行了，走，不着急。巴德给大招，但是无所谓，无所谓。他想 Q 他护盾抵挡伤害，走，他来人了，开大招，再溜，不着急，再开护盾，给队友盾。但这波又被定住了，有没有后续？我可以 E 技能加速过去，他 E 技能走了，没后续了。巴德玩的还是很油，但是无所谓。有人闪现过去想杀他，怎么说？杀是杀了，但他回不来了。这波巴德没有大招，我们这波是可以打的。Q 一下，不着急。E 技能护盾 A 他 W 练一下，不着急，再往后面拉扯。你像德莱文打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厉害了，前面会厉害一点，打到现在一点都不厉害。手会比较短，治疗术有就直接开，防止他等下一个点燃挂到身上。好，我们现在没有线权的话是不好打德莱文的，有线权随便打。先稳健处理线，你要知道什么点是你该上，什么点是你不该上。走位，E 技能加速加的非常的快 ，Q 一下，不着急，还有 E， 有 E 的时候就往前面冲 ，W 练一下，他这波没 Q 了，练住，再开一个大招，再开一个 E 技能，他有控制，小心，闪现往下面流 ，AQ E 技能给他打吗？还有盾，但是说实话。你正儿八经下路2v2单挑，你喊一堆人过来打麻将，我不玩了。说实话，我现在不跟你俩打了，我再打一次我就是狗。打起来就来队友，打起来就来队友，不是这个来就是那个来，气死我了。准备打团了，这把节奏好快，是啊，这把一直在打架，一直围绕着双人组在打架。那我们上单跟打野跟中单会比较舒服，他们这一把没有吃到很多压力。然后现在的话，因为香炉没做出来，所以说你这个盾的 CD 还没有那么快。等香炉做出来之后啊，才开始真正的成型，超进化。然后我们这波先给 AD 挂盾，准备吃一波中路线。这个线直接开大招吃了，然后直接回家把香炉做出来，吃快一点。等香炉做出来直接启动。有，被惊住了，有闪现吗？还有 E。Q 进化术，稻城有大招跳过来，恐惧杀了还行。还有门，E技能过来，加速门过来。
好，晕住2个人。这个位置的话，看有人能不能追一下。有人没有选择上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溜，因为下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下面还有一个瑞文，小心点哈。这波打个1换1其实不赚，因为我刚启动的话，我去保护一下就行了。好，给一个强化护盾，但是不着急上，再给一个护盾，让他跑得更快。但是哪怕没有 ADC 啊，我们现在盾给其他人也是非常厉害的，直接给稻草人起加速节奏。这波是可以直接来下路，怎么说？但是下路节奏没有那么好起，先把这个 W 练住，怎么说？好，他交闪现走了 ，OK。走，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跟 AD 了，因为现在你的装备已经呈现了，已经够了。注意看我接下来的护盾啊，有多变态！因为你香路做出来之后，你这个游戏，你卡尔玛的游戏就已经变了。你接下来你不用往前冲了，你只需要一直挂 站在 AD 身后给他盾，就是最厉害的，不需要练。你练的话都是捞，都是垃圾。你只需要一直在后面给盾，就是最强的。反哺归真，你如果说想着有别的什么操作，都是捞仔，什么操作都没有，就是厉害，就一直给盾，你看好就行了。给大招，给个盾，这个大招是为了去强化护盾，我大招是乱交的，我哪怕没有大招，我给大家展示容错，你看没有大招，对不对？这种架，哟，好，不着急，就一直给盾。他们现在啊，你可以发现，我跟大家说啊，从我香路做出来这一刻开始，他就没有任何的可以反制的空间，可以反手的空间了。不着急，哪怕你巴德上来打一套也无所谓 ，Q1 治疗术直接开。强行上来打一套，因为被压得受不了了。万豪闪现过来开团，无所谓 ，Q 一手再护盾给上我们家的队友。但是因为稻草人这波没有大招，所以说得先行撤退，再给一个强化加速，可进可退，可以拉扯。某问题，小心不要冲啊！这一波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上，因为稻草人没有大招的话，相当于是一个超级兵，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等这个英雄他有大招的时候再去跟对面打会比较好。那接下来装备做什么？因为对面有巴德，所以说出一个推棒，防止等下巴德啊再把他技能打到我身上。因为 AD 是 EZ，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这个叫什么流水法杖。虽然说我的战绩也不是很好看呀，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够了，就这件装，就一件香路就已经够了。你只需要一直给队友挂加速，不需要想别的。好，加速给他，好的同时闪现推力棒再来一个大招，拉回来，再给加速给 EZ， 让 EZ 去杀对面的德莱文。好，再过去，再去看 EZ 护盾，哪一口？怎么说还是死了，没有救到他，因为他这个位置把自己闪现交出来了。那么怎么说？大龙可以打，对面瑞文不在，这一波加速给谁？给永恩。给永恩给盖伦，让他们加攻速，好帮助队友扛龙啊，这是比较细节一点。来锤，给永恩，让永恩打得更快一点。永恩吃香龙的话会比较厉害。小龙也可以去看，怎么说？走冲！你这个盾啊，你像这种盾，你挂给队友身上，让他们2个加速是比较厉害的。好，他们大龙显而易见是不想要啊。哪怕 AD 死了，我现在盾我去给我们家永恩，给我们家盖伦，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牛掰。但是我现在血量不佳，身上钱又不多，那选择吃一手果子，不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肯定身上最少得有个1000块再回家，不然都太浪费了。或者就是说你，状态实在是太低了，你吃一个果子没有办法回复上来，那种时候你是要吃好，你就站在后面给盾就行了。哎，懂我意思吗？跟 AD 啊，永远站在2个位置，一个大招金身盯住了，再往前面走，稍微拉扯一下他。对，你只要不跟 AD 站一块，只要站在他身后一直给盾，这就是最厉害的。你不要想别的，你不要觉得啊这么简单的操作我玩我就很捞，我必须得要上去秀，那不对。你只需要反哺归真就是最厉害的。好，这波直接给一个护盾，对不对？你可以发是不是？你香炉做出来之后，对面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哎，怎么这么奇怪呢？为什么突然游戏结束？因为香炉做出来了，就一件装备，就只需要一件装备。好，护盾走。他的一个 CD 啊，包括他给队友的一个加攻速的一个效果是很厉害的。你香炉做出来之后 ，CD 鞋配合上超燃，配合上你的其他一点减技能急速的，你现在一个 E 技能4秒钟一个，懂我意思吧？你可以让队友一直保持一个超快的跑速。博尔特就是他这种跑速是对面没有办法应对得了的，因为不需要他的护盾抵挡伤害，只需要他的移动速度，你懂我意思吗？但对面肯定还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其实早在我香炉做出来，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不需要其他什么操作。但很多时候大家玩卡尔玛玩的不厉害的原因，觉得没有那么强的原因，首先跟大家讲后期为什么大家觉得卡尔玛不强啊，就是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喜欢上去练，喜欢教强化 Q， 教强化练，或者教普通练。就走到人脸上去开团，盾给自己走到人，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我盾给自己，我要去开对面了，这种不对。你盾给 AD 给其他队友，让他们上去嚣张，你盾给自己上去开团是不对的，不要给自己，你就给你的队友就行了。因为你出这种装备，它的一个属性啊，它没有那么的肉。好，练一下，再给个大招，再给个E技能，好，练住2个人，对不对？拉扯能力嘛，你看这，好护盾随便给，哎，有就给。
你不管，你莫管嘛，再给加速。你像这种护盾，着不着得住？你先说，后期你前期你压我无所谓，打到中后期你巴德没有用了，你知道吗？打得他很难受的，那没有办法开，我们可进可退这种加速。而且你不是给一个人加速，你强化盾的时候你可以给2、3个人加速，再给一个加速，对不对？那防不住。Q1 强化护盾闪现拉开，这一波我不能死，我是团队的核心，给一个大招，再给个 E 技能，再给个 E 技能保护队友，可进可退，就是这种团战。出装的话，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出，因为大家很多同学是单排的，单排的同学呢，你第一件可以出救赎，第2件出相鲁，然后第3件出合音什么的都行。像我这种双排的话，因为我足够信任我的 ADC 嘛，所以说我就可以第1件直接出香炉，直接起快节奏，让他发挥的更好，发挥的更快，E技能加速 ，Q 一下，哎，我用实际行动来向大家证明什么叫做香炉出完之后游戏直接结束，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英雄很多时候大家玩他的方式啊都玩错误了，实际情况是这个英雄比露露、米利欧更强，但是没有猫咪后期那么强。猫咪还是后期 No.1， 这个是 No.2， 但它一定比露露什么的更强，因为它加速给到队友的一个起节奏能力，一个拉扯能力，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比拟的。包括前期大家可能觉得卡尔玛压制能力没有这么强，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的卡尔玛前面哪怕你学了我的方式学盾了，但是你没有利用你的护盾去抵挡到伤害，这也是不对的。你一级如果说学盾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利用你的护盾去抵挡到伤害。好，闪现哦，没有闪现，我这是什么？给个加速就够了。加速给自己，这波可以找机会去练一下它。护盾加速，哎，大招治疗术，不着急就给强化护盾。你让这万豪打，他能把 EZ 打死，我直接吃啊，对不对？你给他加速，给他盾，哪怕他站着不动跟他撸，你这万豪都撸不过的。游戏结束，这就是这个版本最变态，而且最适合大家去上分的一个辅助英雄，简单强势。你只需要做到返璞归真，就当傻瓜，就只给 E， 就当傻瓜，我就不需要操作，我就不操作，这就是最厉害的。你就要操作，那他就是垃圾；你就不操作，他就厉害。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畸形呢？没有错啊，这一点同时也印证了啊，很应景，印证了我们硬辅玩家。其实我是一个硬辅玩家，我以前玩软辅玩的比较少。但是这个版本啊，硬辅也是这样的，硬辅它操作是很多，花里胡哨，这样来这样去的。但是你操作来操作去，你不如这种卡尔玛，不如露露，不如米利欧挂在后面给 AD 盾，给 AD 加增益这种厉害。那你说你搞这种英雄干嘛呢？其实我感觉很不公平，因为硬辅啊，它是很有操作的，但是软辅它没有那么多操作。但是硬辅你哪怕把自己拉满了，你也不如这种软辅厉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玩这种英雄。那么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平时没有1000斗币，只有橙子实实在在收到米之后才有1000斗币福袋。小牌大爽，那肯定不是的，刚刚打得太焦灼了，太激情了。杰拉逆风除了探视野真不如大眼，还真不是。我跟你说，杰拉逆风会比大眼厉害一点，主要就是好吧，我嘴硬了。但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啊，我觉得大眼逆风的时候，他技能也不好打中人。杰拉的话，他的一个站位啊，包括放花就很安全。你不要说他逆风，他就只能放花，他顺风他也是只能放花，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想过用我的技能去打中人，我想的就是用我的花一直去探他视野去打他。我说话声音太大了，话筒声音小点可以吗？我说话声音的话是咱们直播间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声音刚刚好，如果说觉得声音大的话，可以把这个声音稍微调小一点，把自己手机的声音调小一点。主播哪个英雄是国服？我没有拿过国服英雄，我没有刻意的去打这个，我就是玩自己喜欢玩的英雄。我觉得哪个英雄好玩我就玩，喜欢研究一些黑科技辅助，比如说蛮王瞎子啊，对不对？你别的任何直播间你看不到这种英雄辅助的，对不对？但是在我的直播间你也很少能看到，因为这虽然说是我研究的黑科技，但它太黑了，它不适合上分，它只适合节目效果很捞的。
但又听不到游戏声音了。我是这样的，我游戏声音本来就是我故意给它调的很小的，让大家能多听一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你想听游戏声音？你真的是奇怪啊！这把对面是维鲁斯炸弹人 ，OK。看见维鲁斯选什么，兄弟们？看见维鲁斯选什么？各位有没有知道同学？但是说实话啊，这把AD 是 EZ， 我莫甘娜还能掏吗？搞一把莫甘娜。被束缚的我却不会屈服。没有错，看见维鲁斯就选莫甘娜就行了。但是我们因为 ADC 啊，它这一把是一个伊泽瑞尔，我们这个出装啊，那还是只能是香炉跟流水法杖，还是只能这么出，别的没有办法做。看见维鲁斯选皇子，那肯定不对。皇子的话被你框进去，维鲁斯大 R 打你，他打你很痛的。皇子不行，皇子不行。看见维鲁斯就是莫甘娜，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对面维鲁斯很难放得出来自己的大招。符文的话，我带的是这一套，就是带上超然跟焦灼，然后超然是让我后期更强，然后因为我要出 CD 鞋嘛，所以说法力流系带也是要带的。然后焦灼的话是对线会厉害一点，保存一下。然后这个莫甘娜呀，它到也差不多，香炉做出来游戏结束，差不多就是香炉做出来。它是上单维鲁斯，下路是沙弥拉加基兰。说实话呀，这把我没想到他上单维鲁斯，但是对面这阵容也凑合能用，因为时光老头的雷的话可以利用我莫甘娜盾去挡他。这个阵容啊，选莫甘娜，说实话，因为维鲁斯他不是 ADC， 所以说这把被对面反向 counter 了，不是很好啊，兄弟们，被摇摆了，是的，但是无所谓，就是莫甘娜，哪怕是这样，哪怕对面控制不多，你也要一直用盾流，懂我意思吗？好，走一下，先不学技能，因为等他雷能丢到 ADC 的时候，我们再学 E 技能，帮他抵挡伤害。学不到，好，那这个时候细节点来了，因为莫甘娜这英雄很弱，所以说 W 刮冰。W 刮冰，没有错 ，W 刮冰刮人 ，A 锤往他身后刮，逼他往我的这上面去走位 ，A 接治疗术提前交，点他 W， 他 Q 空了，这下 Q 其实挺伤的，我们再往后走，不着急，就跟他换血，就是嚣张，懂我意思吧 ？W 要刮冰的，不要刮人，刮人没有用。最好的就是连人带兵一起刮，懂我意思吗？好，这个时候他血量没有了，但是没有刮到他，有点可惜哈。二级的话学什么？学 E， 让他假装以为你有啊，好，那不假装，因为他已经吃雷了。W 刮人，哎，无所谓的，然后可以触发我们的一个法力流系带，哎，这种就很爽。有些同学他一级玩莫甘娜，他就喜欢 W， 我就烧你，但其实他 W 没伤害的。你就有线权就行了，有线权，随便打。莫甘娜这英雄对线是很弱的，懂我意思吗？哎，你吃他雷无所谓，你吃嘛。你看他雷能不能打得动你的血？这个雷你可别吃了啊！好，再刮冰，哎，就刮冰就行了，因为莫甘娜这英雄前面实在是太弱了，太捞了。学 Q， 留一级 Q， 再去做个眼睛。AD 这个时候要回家，哎，没吃到，嘿嘿嘿，想干坏事的。没有吃到，第一件的话是 CD 鞋，它跟盾流卡尔玛的出装逻辑是一样的。这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帮 AD 卡线的同时打断对手，哎，支援一下。这波我们中单可以先到的，来了，往这里给个 Q， 打他。怎么说？睿智闪现了，这个位置 W 烧他，护盾给上，小心啊，小心睿智，先把眼睛给吃了。这波他们两个人要回家的，哟，耶！很烦，上单怎么来了？虽然说很细节走位了，拉满了，但是没有后续了。EZ 闪现 Q 杀了还行，看一下，维鲁斯反正全给宰了。那这把还行啊，这把我们有你维鲁斯，你这个点，哎，他们人也来了，能杀吗？可惜，棋差一招，没有注意啊，突然来了一个上单，前后夹击，很细节的走位扭掉了，但是也不行。他就硬杀嘛，加里奥也来了一闪，我今天就是要干死你莫甘娜。先把兵线给卡住，卡在外面一点。走，好，这个兵的话注意细节啊，怎么帮 AD 补到
，W 刮这里帮 AD 补到2个兵，对不对？这是非常细节的，你要往回拉。往回拉的话可以帮 AD 吃到，但是你还要有前提条件，就是你需要先去什么呢？你需要先去把这个小兵卡一下，不然这波 AD 吃不到这2个兵，这是非常细节的。一般不是职业辅助，他没有这种骚操作，懂我意思吧？现在的话，因为你是一个莫甘娜，这英雄很弱的，所以说我们就站在后面不着急就行了 ，W 刮上就行了，盾就给 AD 就行了。但其实因为对手这2个英雄，你不能直接挂盾。我想了一下，直接挂盾不好。但是 Q 也不用交，因为你交 Q 他就会对你动手。Q 哟，哈哈，点塔护盾 W 大招挂，往前面拉 Q 收溜啊，因为对面打野在。先做眼睛哈，他们这波可能要来越我们的塔，先把果子给吃了。好，护盾先给一下，往前面追击 W 点，他打野现在在，我跟你说在这里。哎，不在，眼睛吃了先。护盾抵挡伤害，继续刮兵就行了，因为你刮兵，你让兵线快速的推过去，这样你的 EZ 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空间。W 刮一下，再给盾，学 E。好，你想干什么？往这里给个 Q， 定住，治疗术开一下 A， 点他，海闪拉开，他有大招的。哟，走了嘛，这波的中单也来了，那就不跟你打了，嘿嘿。打你一个大招就够了。你看龙女又来了，你就干我吧，我这把不是卡尔玛，我跟你说，我这把不是卡尔玛的话，我就会比较稳，因为这个英雄他凶不起来，你莫甘娜这英雄怎么凶？你只能是等你香炉做出来，像卡尔玛一样，香炉做出来就跟对面说你游戏结束了，只能这样。好，这波对面不回家啊，我们假装看不见龙女，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嘿嘿。他开了个扫，他妈的，笑死我了！现在盾还是可以给啊，想干嘛，龙女？不着急，他们中单没有漏的，盾先给伊泽瑞尔。想回家，你看我给不给你回？这个位置，哎，嘿嘿，护盾抵挡伤害，哟，有本事你把我杀！有本事你把我杀，有本事你也把 AD 杀，你就动吧，我说实话你就打吧，太急了对面，不着急，这个位置我过不去，随便给个 Q， 给一个盾，帮他抵挡一下伤害 ，W 刮一下，这波盾的话我们最好是给格温，瓮中捉老鳖了，哈哈。一直妈的来上路打架，你说你等到我队友来，你死一波你直接炸裂怎么办？点回家。喜欢抓，我这英雄我还真不怕你抓，我说白了。好，注意看我现在盾的 CD 啊，我又回到卡尔玛那句话了啊，怎么这句话有点熟悉呢？对，注意看我这个盾的 CD 啊，5.6秒钟一个，它能持续5秒钟，这个黑盾 AD 免控了，相当于基本上是免控了，基本上 Q， 想等这个小兵消失 Q 他的。好，你看加里奥能对他动手吗？跟卡尔玛一样的，就是你盾挂给 AD， 然后他就往前嚣张嘛。但是诺手这个位置反蓝去了。好，来看一下我们家打野护盾给上线走了。不用交 Q， 他是有 W 的护盾，这个护盾的话可以触发艾里，稍微保护一下他。我说了，对啊，就是现在就是一直给盾就行了，但是香炉还没做出来，还不能说对面游戏结束了，对不对？你等香炉做出来，你就会发现局势悄然在转变。我就等一个香炉，不着急，香炉做出来，我这一技能 CD 会进一步的好的更快。跳嘛。踩脸一样的，跟卡尔玛一样的，但是这个英雄是要在对面有控制的时候出才会有效果。卡尔玛是什么样的阵容，他都可以直接出，再给盾，你就看 AD 去嚣张嘛，一个人顶3个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搞到我们家的 ADC， 你知道吧？抵挡伤害了，哈哈。香炉马上做出来，这个兵我要 K 掉，没有 K 掉，差点钱啊！我要吃1-2个，算了。拉双野怪，再吃一波中路线就够了。护盾，挂兵，
管你这么些花里胡哨，东西南北风，香炉做出来，游戏结束，哈哈。OK， 游戏结束了，感谢神秘人送出来的甜蜜猫耳，谢谢神秘人，这个特效有点呆，有点 gay。那再看一下盾的 CD， 哎，怎么还是5.6秒？等一下再出一个这个好了，但是5.6秒也就够用了。好，看 EZ 发挥去了。点挂我无所谓，护盾不断 ，Q 不着急，现在没有盾，那这个盾给谁？给格温，没错，这个盾不给格温，格温要糟了。Q 治疗术奶一口，但是格温还是糟了，无所谓，盾在给什么？给伊泽瑞尔 ，EZ 直接往前肿，他不会吃到这个什么特别多的伤害啊。预判一手 Q 再给盾，但是说实话呀，这一波4v5没有那么的好打，不着急啊，别点投降，再给护盾，再 W 挂。再预判一 Q 中的同时往前面顶接一个大招接盾给自己，不着急 W 再刮一下，别上了，蓝都他妈打空了。好，再给盾。说实话呀，这种架势冲是不好冲，点到护盾，点到，但是没后续，因为他人还在。我们这不瑞兹发育的会很舒服。怎么说？交给 EZ 护盾点锤，有后续吗 ？EZ 来，终于来了，我的队友，我的 homie 们，可以，犹如天神降临。这个耳朵很棒，点赞。那你倒是给我点赞哈。主那个主一副 W。哪怕没有人，我也要一直给盾，因为香炉可以加攻速。游戏已经结束了，这把输了给大家发5000斗币福袋。还有的同学在那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用呢？你等一下看就行了，我就这样说。这把如果输了，直播间给大家发5000斗币福袋。但是如果我赢了，大家帮橙子把赞点到5万赞，接是不接？我就5万赞跟你搏，对不对？我就是故意骗你，高薪诱惑，对不对？而且还很轻松跟你说这工作，但是就看你上不上当。完全不急的，对面会很着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莫甘娜呀，有多么变态。Q 溜，走，还闪过来，怎么说嘛？流水的话1000吸，再给盾。下一件装备做什么？我现在在想，他维鲁斯现在是有点肥的。维鲁斯上路现在9900块，12级。盾的话就一直给就行了，你 WQ 不要放 ，WQ 放的话你会有点缺蓝，就一直给 AD， 让他去嚣张，哈。不用管，现在就是挂机傻瓜模式，懂我什么意思吗？傻瓜模式就是挂机。好，这个位置提前预判一手，他过来 W 技能刮一下。好，那这一边啊，这边的盾要给我们家的打野去了 ，Q 一下他，要稍微帮打野抵挡一下对面加里奥的一个技能 ，W 再刮，盾就给 AD 就行了。果子先回头吃一手，再一个极限预判西兰 Q， 对不对？我说啦，你看这种。别当麻瓜了行吗？别当傻瓜了行吗？不要当傻瓜了行吗？前有狼后有虎的。不管，我说了输不了的。现在大家可以开始把赞点上了。你这种怎么输嘛？我想象不到一种输的画面，因为这个盾 CD 好的太快了。他加里奥现在是彻底的废了，他维鲁斯还会有点用，懂我意思吗？就只要如果说我队友不冲的话，维鲁斯也没用了，就保着 EZ 打，让 EZ 上去嚣张装备。你可能现在还看觉得没有什么用，那不就是一直挂盾吗？这不是你队友打得好吗？那你这样说啊，那我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应该没有同学会这样说啊。我们想一下，先出一个推放，增加一下自己的位移。开始装了，就装，就是嚣张。因为他的时光老头也废了，时光老头现在雷丢人不痛 ，EZ 就直接捡雷吃，这盾太快了，4.9秒，黑暗之盾60法力消耗，为我方英雄提供一道可以吸收405魔法伤害的护盾，持续5秒钟。好，护盾给上，你看嘛，悠哉的，这波我在看技能介绍。他是 CD 4点几秒，他能持续个5点多秒。你像 EZ 现在一个人追着4、5人打，我跳你脸。这 EZ 说实话给我玩，我感觉我也能行，就跳脸，就起脸。
那维鲁斯没大招，刚刚大家打到他盾上面去了，这盾不断的，对不对？你说你不给他这个盾，他没有办法去起脸去跳的啊。盾的话加香炉，加那个流水法阵，再一个 Q 技能，没有晕住没关系，治疗术直接开，反正不吃控制，懂我意思吗？那这一波啊，诺手属于说是找死，大招开起来，盾的话因为断了，你知道吗？断的话盾再给 ADC 你吸，嘿嘿嘿。跳跃、护盾、艾黎抵挡伤害，侯塞雷啊，他维鲁斯哪怕再肥，但是你在你绝对的英雄克制面前啊，也没有用了。这个英雄，他就是一件香炉就够了，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啥呢，卡尔玛一样。但卡尔玛是什么阵容都能出，但这个英雄就是你得在对面有控制的时候可以出，而且打时光老头好打，时光老头这个雷嘛，就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黑盾给他抵消掉。但你说时光老头还有什么英雄好打？有卡尔玛。卡尔玛也可以用护盾吃他的雷，因为时光老头这英雄强就强在啊，他前期这把不用做兵长，时光老头强就强在他前期丢雷丢的伤害高，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跟时光老头安稳的度过前期，他就没有用了。而且打到后期你也可以利用护盾挡他的伤害。我现在盾的 CD 啊，跟卡尔玛的盾 CD 差不多，直接一个大招起脸跳刮，好诺手冲了，那这波盾要给诺手，你知道吗？不能让他吃到很多控制定住，护盾再给上，不着急，悠哉，他要过来了，哎，嚣张着急了，永远是被我们追着他没有办法打架，懂我意思吗？这个盾太关键了，你维鲁斯大招，我不管你中不中，你哪怕你这一波没有在我黑盾下你没中，你也一样的，就是踩脸、踩头爽。而且加里奥会玩得很难受，诺手直接冲了，诺手给你一个护盾，怎么说诺手保护他不吃控制。那么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最容易上分的辅助教学，同时还有黑科技辅助。那么下一把它准备来了，非常黑科技，我有很多这种黑科技辅助，嘿嘿嘿，你说实话，每天给我送这么多礼物，你就算黑我也乐意哈。盾盾流光辉呢？盾盾流光辉肯定跟这种流不能比，因为盾盾流光辉它的盾啊，它是只有盾。你知道吧？他的盾他是只有盾，他别的了。但卡尔玛不一样，卡尔玛的盾是能加速，莫甘的盾是能解控。他这种盾 CD 快是很厉害的。你光辉，你说你这种盾流是没用，因为对面出个破盾，你这盾就拜拜，一点用都没有。其实是 AD 玩的好，那 AD 肯定玩的也好，但是如果说没有莫甘娜这个盾，他也不能像这样子上去跳，你知道吧？他不能这样子上去跳。你就夸他吧，刚刚说帮橙子点赞啊，还差2000赞，快给我点上！就跟我接的，叫你贪心，贪5000斗币，殊不知啊，这是那种诈骗的那种骗局，你知道吧？就很多同学被那种高薪诱惑，就是现在经常有人被骗到外国去，被那种很高的工资，而且很简单的工作。然后给骗过去，就跟我这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是故意骗大家给我点赞，因为我知道我输不了。我在劣势的时候我就说了，对，杀猪盘啊，让大家实实在在体验一把人性的险恶啊！我就是非常的险恶。感谢大师兄，感谢傅连神的关注，谢谢2位小兄弟的支持，谢谢。我生气了，先跟队友换一下位置啊！这把说跟大家搞黑科技辅助，那也是一定要来的。等一下啊，好，打野剑圣，可以，这英雄我很喜欢，只要不当呆瓜就很厉害。3 AP， 卢锡安，维鲁斯，哇！说实话，兄弟们，这把不想玩其他英雄了，选莫甘娜他已经输了，4个魔法输出。好，那我要选其他英雄了哈。卢锡安这个阵容对面都很灵活，黑科技辅助还有什么？说实话不能搞黑科技了，这把一定是要玩洛的。如果说不玩软辅，就一定是只有一个洛，别的英雄玩不了，因为对面这是高手阵容。
他们很灵活，我得选出一手更灵活的英雄跟他应战，没有错，就是我很秀的洛。选风女可以啊，我不怕风女，我的洛是不怕风女的。稍微捞一点洛他会怕风女，但是高手的洛他从不怕风女，不怕你吹，无所谓，我无所畏惧的。然后出水银，主播会玩锤石吗？锤石会玩啊，就是有点捞，就有点捞。法洛怎么说呢？法洛还是不要，法洛的容错太低了，进去就死了。那你最近没有看我？我最近研究了一手地走流盲僧辅助，比蛮王更厉害，比蛮王节目效果更强，而且呢更有用一点。咋不玩卡尔玛？不玩，这把撞车了辅助导师清空。虽然说我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他的 ID 啊看起来有点厉害。10国服辅助已完成，这个辅助是高手哈，我们这把要认真对待了。他下路卢锡安应该也很厉害，他们带的是一个治疗术加上一个闪现。我是说实话呀，这种带闪现的辅助啊很厉害的。风女怎么样？风女这个版本不强势。主包是哪个公会的？没什么公会啊。感谢神秘人又送出来的这么多的甜蜜猫耳朵，谢谢神秘人。洛这英雄前面对线要稳，要出圣物之盾，出上古前臂的话太弱了。对面这2个英雄前面会比我们厉害。想一下哈，直接上线，铁板血。我想起来了，那个呆瓜是你是吧？嘿嘿嘿嘿。兄弟们，我出肉，好的好的。再进草丛，我们现在跟风女对位就行了。哎，这风女的话，她只要不去压制我的队友啊，我是可以接受的。其实正常来说，风女跟卢锡安前面会比洛跟飞机要强势，所以说我们前面是抗压的。但是洛这英雄后面会很强，后面起车能力很强，不要轻易去抬上去，不要抬。想一下，先学个 E 护盾，学抬没用，等一下再学 W。正常来说，风女是要去压的，因为长手打短手嘛，是这样的。这个草丛先不着急起，好，这时候稍微往前面压一下，吹风吹到2个人，但是无所谓。OK， 那现在优势在我了，可能是因为我这个 ID 啊，让对面现在稍微有点害怕，他要稳健跟我们打架。但其实这种我是很乐意接受的，因为我洛前面并不厉害，洛这英雄前面很弱的，最弱应付。进草丛。就发育，发育就是爽。W 抬过来，E 技能再溜，高手卢锡安，我在试探他，果然是高手，知道利用 E 技能躲我的 W， 他这一波是故意给我升位的。A 一下，我们马上升3级了，这波可以往前追击，点燃挂上。好 ，Q 哟 ，Q 没 Q 掉，还吃了防御塔伤，丢了西瓜，又丢芝麻，哎呀，很伤的。好，去支援一下我们家剑圣哈，不着急。Q 没 Q 到，我这个血量不是很健康。他们中单是先靠的，这波我们加里奥的线被推过去了，我们先把线给推过去。他们打也是从上面往下面刷的，那我们这波准备直接回家。但是飞 gay 啊，并没有选择回家，这个草丛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眼睛。Q 溜护盾抵挡伤害，再给一个护盾。护盾挂上就行了。这波吹风吹得非常不错，小心。他这波艾克，哦，艾克在上面。我吃2个吃不到了，呵呵，快溜！闪现溜之 ，Q 一手回血，不着急。这波的话先吃个果子，然后可以继续回去保护 AD。护盾过来，锤，再接一个护盾。我得先吃果子再过来，不然不行。哎呀，我靠，还有个治疗术，有点厉害哈。小兵先吃了。想一下哈，这把 CD 鞋还是布甲鞋呢？出 CD 鞋有一种流派啊，就是出香炉的洛，但是它不肉。出布甲鞋的洛的话是属于说是那种要进场去冲的，那先出布甲鞋吧，我喜欢让自己更秀一点。再来一个约的又不装置 ，W 刮剑圣来了，这不剑圣一个阿尔法突袭，嘟嘟嘟嘟嘟嘟砍，好舒服啊。洛是进攻型辅助，算是硬辅。
洛是打反手开团的，他先手开团不厉害，反手厉害。这波抬到了，卡塔普通攻击间隙抬到他会非常舒服。E 技能再拉过来 ，WCD 没好，站位稍微靠前一点 ，Q 回一口血，这个兵卡住了，他会非常痛苦，他少吃一个炮兵挡住。想利用 W 吃这个兵，先做好眼睛，好再往前面压制，不要让他吃这个眼睛。W 挡住他的一个 W， 吃不到兵非常难受，不着急。Q 还闪过来 ，W 抬一下，再 E 技能回溜。这一波博弈失败 ，E 技能拉过来，往上面走，吃小兵，往前溜，预判一手 Q 没 Q 到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一把我是优势，队友也是优势，下路也是优势，那这把节奏由我掌控。输出落的容错比较低，而且上限比较低，没有这种落厉害。哦，这个眼睛你想吃，我就是不给你吃，你也别吃兵了，我也别吃兵了，我就是不给你吃。嘿嘿，等他走了我再上来，一技能拉过来 ，Q 一下，不着急，再拉过来，回手，但是假装看不见对手的艾克，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 Q 假装要动手啊，很嚣张的 W 抬过来 A， 好这一波怎么说 ？E 过来直接开启大招，海闪拉开，点燃树挂给艾克，大招直接开了，这波没后续了，这波就是杀艾克。看一下剑圣狂砍，砍起来，但是加里奥跳了一个大招，我这波没有办法继续上，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帅气耍帅，同时 W 抬过来，但是闪现先拉开不吃伤害，交了一个极限的闪现，说实话差点被杀。OK， 游戏结束。让我落前面有这种优势的话，对面已经爆炸了，回家。卡尔玛冰川好还是艾莉好？一定是艾莉，一定是艾莉，想都不用想，不要带冰川。现在很多卡尔玛都会带冰川，但是不要，就一定是顿流艾莉卡尔玛最厉害，不用多想，我就可以直接说出这句话。因为卡尔玛它不是一个应付，不需要你去链子留人，你只需要一直给队友盾，就是最厉害的玩法。好，注意啊，身上的圣物之盾现在层数有点多，先给它叠一叠，把3层全部给它叠满。锤3包，走，准备吃一层塔皮啊！这个时候往前面稍微嚣张一点，但是对面来人了，E技能先回拉，回拉一手 W 抬过来，再 E技能溜开，走一下，海闪往后面走 ，Q。我们走的是很快的，大招直接开起来，在 EW 技能溜球，很想动手这疯女，但是某一西啊，等到我们中单赶到，来了，7座 E 技能，嘿嘿，辅助导师，你今天奉上了辅助，不能说是最强辅助吧，但是他花火辅助绝对很多，碰上了我，今天我要教育你了，辅助导师，先把塔给他吃了，把兵线锤完。他这一波很想杀我，但是因为我出的布甲级我太肉了，然后直接一个大招 W 技能溜球。但是如果说让我重新来一次啊，我不会这样操作。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会选择 W 抬到他身后的卢锡安跟瑞兹，然后再回来，因为我 E 技能 CD 马上转好了。因为刚刚的话是看到 E 技能 CD 没有转好，所以说没有选择他把我吹回去了，想给我打控制。对不对？因为太肉了，你说这种是 AP 落，你能有的节目效果吗？那肯定是不行的。嘿嘿，调皮。下一件装备的话出狂徒。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出的装备都是护甲抗性，所以说接下来要注意一下对手的瑞兹，包括对手艾克的伤害。吃你的尊严，溜了，哈哈哈哈。你的果子我来吃，但是其实这波你说吃好不好？不好，没用，把自己的血量给耗残了，懂我意思吧？他们这波想去下路骑我们家加里奥的节奏，但是加里奥这个位置啊，加里奥很肥的，他是不容易死的。他们这个阵容啊，我跟你说，打到后期还真不一定。如果说真给他拖到后期了，还真不一定谁输谁赢呢。因为有一个上单永恩，包括中野这两个英雄都是后期英雄，都很厉害的。不出救赎吗？不出，就纯肉。出救赎的话扛不住。好，这一波的话可以去上路帮我们家剑圣起一下节奏哈。可以杀，直接越了，直接越了，看一下啊，哎，越不了，他瑞兹开大招过来了，快走！
神闪现了，说实话，直接走就行了，把剑圣也给害死了。没有注意到瑞兹在这个位置，或者推棒也行，可惜，这波我的。哈哈，就是刚刚说什么话来着？说要小心。我的，我没注意到瑞兹那个地方开大招了，这波我的。没有想到啊，伤害如此之高。抓头，很烦，还想省技能。这波说实话，呆瓜得意，开大招或者开个推棒，或者交个闪现，你怎么样你都能活。但是唯独选择力是种必死的打法。嘿嘿。一波回到解放前，那也没有，我们现在经济还是优势，只是说优势没有那么大。想一下哈，资源团的话还没有刷新，AD 这个时候要回家，我是得稍微出点魔抗的，搞个小魔抗吧。狂徒铠甲的话，等一下在小龙刷新的时候肯定做不出来，那我就先提前做一个小魔抗，然后等一下再出狂徒铠甲，因为现在一点魔抗都没有，他打我实在是太痛了，把我狗头都快给我敲爆了。橙子顿流卡玛就是厉害啊，88有评分5连胜了，他不仅容易拿评分，而且他还容易赢，他还厉害。这是一点，你像其他英雄，他走功德流，他可能不厉害，你知道吧？但是顿流卡玛他走功德流，他还是厉害，还是强，就是牛批，就是最强的软辅，就是最强辅助。因为现在硬辅不如软辅厉害，软辅厉害的话，他又是软辅里面最强的，那就是最强软辅某一些。然后小心啊，青钢影这个位置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这波也是5个人，于是我就悠哉这个位置稍微小卡一手卡住。导弹都往这个位置走，做好眼睛，再吃中路兵线。这个兵的话，一定要把这经济给他蹭到啊！这种钱是非常关键的。上路还有一波线，这波线吃完的话，等一下准备去打小龙团了。AD 又开始吸血，那我这个时候直接来这个位置回神就行了，走稍微前面一点，因为还有一波兵线。走这里吃，走这里吃钱的话，然后。把钱吃完的话，可以直接回家，细节一点。要换大龙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没关系。等一下看一下他们人会往哪边靠就行了。上面是大龙还是下面是大龙啊？上面是大龙，他们想要去换的。上面他们要换大龙。不给换，不给换。大龙可以过的。你开了个谁啊？开了个谁啊？我只能打反手，我不能先手开的，我开进去不好。没事，你可以自己去动小龙啊，先生，我们帮你看就行了，你自己去打吧，他动不了。哈哈，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这一波不能打架。你这一波的话，因为我们剑圣去打野怪，去打小龙去了，所以说他们上面人会多，所以说这一波是不能跟他们打架的。位置肯定不能给他占，这位置还是要有的。但先手开肯定也不行，因为有风女的存在的话，你先手开没有那么厉害，小心。他龙只要不动就行了，我们在这龙这边看着视野就行了。可以先把上路线带一下啊，不用着急的。我们现在节奏非常的稳健，没关系的。黄图1350块，还差个1000块。我现在得赶紧去大龙这个位置做个眼睛。他们瑞兹要去带下路的线，这波上路的话，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人会去守。先站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很快支援到上路，又可以很快回到中路。OK， 那回中了，把钱先给吃了。这把是高手局啊，全在运营，不用着急上，卡他位置 ，QW 技能溜一下。他们人现在也都在大龙这附近，金刚影可以去带下路啊，你去带线把他们那个勇给牵制过去，然后我们正面的话可以去找机会去帮你的，不用一直来看我们这个正面团战。我现在钱还不够，找地方吃点钱。打到现在，金刚影去带线会比较厉害。永恩很肥，卢锡安也很肥，他反倒是他的艾克啊没有那么肥。先往后拉扯一下 ，W 技能溜过来，不吃他伤害。我们这个时候2个队友在下路，然后得等飞机过来。先把线给吃了，我们中路只要一直有线权就行了。就这个卢锡安啊，他只要不跟我们抢线，我们都是随便，就是我们都不着急动手。他一旦他出现了要跟我们抢中路线权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要再上去冲他。他现在目前为止啊，他是一直放中路线的，那可以接受。这是高端的运营对决，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没有什么架可以让你去打，因为确实没有办法去开。可能现在有些同学他就会比较着急，但其实真不能急。
这3打3啊好， ，4打3啊，这先把烟拍一下。摸呗摸呗，他艾克不在，他这个位置不在，你先摸起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帮你看的。啊，别着急，他们人要过来了，可以停手了，可以停手了。走，我们这波先吃中路线，把他们人逼过来就行了，看到他们人位置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青钢影带线会比较舒服。然后等下可以让飞机或者其他人去找机会去帮他。我狂徒做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得去守一下大龙。飞机下去帮他了，青钢影可以框他，可以框他。OK， 他死了，我们再来。我们3个人守大龙啊，这波就是守，但是不跟他打，不着急，等飞机，飞机马上来。OK， 他们不动，中路可以看一下，中路可以开吗？走一下，开不了，我很肉的，不好开，别回别回，少个人啊！听我的，这一波啊，我们先把对面位置给他压缩过去，然后我们动龙，小心点。青钢影还在带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好，让他带吧，没事。那我们这一波还是不能动大龙，小心打我不痛。回家，你们别打，哎，秒了，可以秒了，打野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动了。就是哪边都不能着急去先手去洗机会，我没有办法去开到对面的一个，你像这种，对不对？卢锡安什么的，就是，但是对手艾克着急了，那就某一息了，直接击杀掉，瞬间把他秒杀。因为我们现在飞机的伤害是很高的，因为 AD 是飞机的话，所以说不能说有那种很好的画面。OK， 对面撤退了。这种运营局啊，玩的也没有那么爽，就是没有架打。我路啊，我是很喜欢打架的，我这英雄油的一批。但是你像这种大招放了一个大，你说帅不帅、秀不秀，其实也没那么秀。但是你说关不关键、有没有用，那还真的是很有用。可以框他吧，兄弟，有闪，来，你打得过他吗？手游可以 R 闪 W 吗？可以的。好，打他一个闪现够了，再一技能回拉。我的闪换他的闪是非常赚的，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开对面的团战，因为现在他们技能还都在的，先拉一下，不着急，往前面起，点我一下，还没有推棒呢，这波是我动手的时机。你们4个我们4个压中吧，我们4个，我们3个人。但是有风女的话还是不能着急冲，小心，先点塔再说。青钢影带下路，这个时候我得站这个位置，做好眼睛。他卢锡安玩的也挺好的，他很喜欢偷 A 人。大龙已经结束，那只能继续发育一轮，没有办法冲。冲的话，因为你可能会被对面风女一个大二把你吹回去，就容易死，就容易被秀。他这把风女是这样想的，但是同样呢，我不冲，风女也没作用了。他这个英雄给的技能、给的盾，包括什么技能的话，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队友啊很厉害的。看一下哈，不着急的。对面也在等我们冲。他这个阵容，他没法主动先手开团。只要我这个路啊不犯傻、不犯浑，我们这把就不可能输。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也在等一个很好的时机，他打得太憋屈了，他们这个阵容很差劲，他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往前面去冲，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会在对面应付，有应付的时候我会选路，软辅的时候我就不选路，因为没有什么节目效果，没有那种打架打来打去的。因为正常的软辅他选出来风女这种英雄，他脑海中想象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啊，你落进场。我到时候直接一个大二把你推断推回去，或者直接一个大招让你进不来场，对不对？他想的是这样。感谢小 T， 感谢这位爱捣蛋、爱调皮的小姐姐送出来的小恶魔啊，谢谢。他风女想的就是你进场，我把你吹回去，应对你，然后我的队友就随便打，你没大招你落就废了，但是我还可以给队友盾，给队友加速。他是这样想，但是你以为我是麻瓜吗？你看我像是二杯吗？我肯定也不是啊，那我不上不就行了吗？我不上，你们永远没有节奏可以起得来，你怎么办嘛？是不是？还永远没有人可以先手开团什么？你只要有人先手开团，哎，我反手一个大招，先突你开团的那个人，再突你后排，谁能着得住？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对面这一把打得非常憋屈。艾克找了一波节奏，开始不找了。那接下来转折点在于一个什么呢？大龙，好，很想找机会，你看到没有？不着急哈，闪现过来。魅惑，
你看嘛，这种团战它不好开的，但是青钢影这波开了，我们是可以跟的。你这种洛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懂我意思吗？先帮他扛住，没有办法，你只能是搞个极限的闪现来这么一使出啊，不着急啊，有个瑞兹，我们可以点对面水晶，好 W 抬过来 ，AQ 点燃是挂上交给飞该，帮助小兵扛防御塔的伤害，点还闪，再见，游戏结束。那么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啊！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每天开播都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你们在发什么？橙子好帅，5毛一条（括号里的字记得删），太调皮了啊！不行，我不能看这个。我有我的画面，我不冲，他就永远玩不了。如果说这一把啊，你是一个喜欢冲锋陷阵，你觉得有优势，你要进一步扩大优势，你是这种弱，那你这一把说不定还真能被对面找到机会，甚至是翻盘。你像打到那一波青钢影去开团，他风女给个大招，我真的进不去场，我进场没画面的，我不能先手去开团，但青钢影可以先手，因为我们优势足够大。如果说是军事局的情况，青钢影也不能先手，懂我意思吧？青钢影先手也打不过，但我们是优势局，所以说青钢影可以先手。现在王者局感觉和大师局一样，那可不一样。刚刚那一把是非常质量的，两边都在拉扯，打的都非常的极限。你们在弹幕里面带什么节奏啊？别带这种节奏啊！我可不是很帅，说实话。玩萨勒芬妮，但是瓶颈期了怎么办？萨勒芬妮被削弱了。我之前说萨勒芬妮是单排最适合上分的英雄，你现在去换成卡尔玛，就顿流卡尔玛就行了，就顿流卡尔玛。顿流卡尔玛现在是比护盾的萨勒芬妮啊更厉害的一个英雄，他就是最厉害的软辅，你只要用顿流就是最厉害的，毋庸置疑，不用去想别的什么的。时光呢？时光都不如顿流厉害。乌鸦现在不能打辅助，正常局是出现不了的，没有办法打辅助，不厉害。看一下对面英雄选择，这把对手是盲僧。盲僧这个英雄是很喜欢抓双人组的，他的一个节奏能力会比较强。出装天赋，出装的话就是救赎，然后香炉。天赋的话建议大家带3绿，带上3绿之后带一个超燃就行了，不要学我的带3红，因为3红的话后期一点用都没有，带3绿会比较的厉害，比较强。寒冰射手，露露盾不是更加好？露露的盾啊，它没有加速效果，没有办法像那种去起节奏。它不是卡尔玛的盾，不是说要卡尔玛去怎么样去抵挡伤害啥的。卡尔玛盾要的是它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懂我意思吗，兄弟们？不是要它其他的。这把对面是一个寒冰加一个娜美，这种组合是非常不赖。莫甘娜，寒冰加莫甘娜，这个没有那么强。想一下啊。还有没有什么底库没掏的？大脑有点宕机了。我还有啥英雄没玩过吗？机器人肯定是不能出，洛肯定也是不行。盲僧跟他喜欢抓下路。这把又需要一个前排。不玩了，搞一把塞纳。在黑雾里，没有谁孤军奋战。不玩了，对线舒服就行了。这把是真不想再玩前排了。搞一把塞纳，怕大家视觉容易疲劳啊。但是这个盲僧啊，一定要注意好，盲僧这英雄是很喜欢抓双人路的。我这把但凡玩的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盲僧抓的头皮发麻，甚至爆炸。但是这个英雄啊，打对面下路肯定是吊锤，因为什么呢？他是莫甘娜这个英雄，他盾啊，他不能抵挡我的物理伤害，我物理伤害打在他黑盾上，他还是该怎么样痛就怎么样痛的。太脆了这把是的，但是我不想补前排了，而且怎么说呢？对面这个阵容比我们更脆。夜之锋刃是一定要做的这把，因为对面有个寒冰射手，夜之锋刃一件，然后狂风之力，这2件防护装备就够了。一枪千血的塞纳没有错，但是这把没办法做到一枪千血，因为你不能去出夜之锋刃，懂我意思吗？你可以看到啊，对手选择了一手阿罗拉走中单，这个英雄打凯尔是一定有绝对的线权的。凯尔这英雄前面只能抗压，所以说他的压力，如果说
对手的中单没有办法持续给这个天使压力，那天使的压力就会进一步的转到谁身上？转到我们下路身上，因为对面的中单他会不压天使，他会干嘛？他会抓铁男吗？一定不会，一定不会抓这个顶级牛马中单，他一定会来抓下路的这个橙子，对不对？因为他下路压力会很大，所以说这把我们天使会非常舒服，我们下路会有压力，而且对面打野啊是盲僧，所以说这把啊一定要注意好抗压。这福袋词儿怎么换呢？就是这个词儿。出发，幽魂镰刀扫描一带，不带扫描了，你带扫吧，我带个假眼吧。我要去做眼睛了，我感觉你做眼睛做的不好，每次碰到盲僧，你做眼睛我都容易头都被抓爆。我做眼睛，会玩的天使可以打得过兔子。没有这种画面的，天使弱的一批。顶着 A， 辅助换 AD 血换的是很舒服的。做眼睛，压制。莫甘娜放护盾的话，我就往后溜。他做了个针眼，无所谓，你寒冰现在没血量了，你怎么办 ？Q 技能预判一下，穿到了，治疗术直接开。但是只有你有治疗术吗 ？No， 我也有治疗术，直接开上去就是追击点，给虚弱了，追击点。交闪现，但是我知道他会交闪，所以说极限一个 Q， 他很细节的，锤，他没闪了，所以说这波不用交闪现。那接下来干嘛呢？把果子给吃了，就是嚣张，就是凶。前面如果说不把你锤爆，我选塞纳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哇，这个。但一直给 W 烫的还是有点，没有那么舒服的。Q 一下他再走，不着急。我有预感啊，我怎么感觉盲僧马上来了？这个血量啊，说实话被莫甘娜地沟油一直烫的是有点烦的。这个时候可以 W 闪现 A 接 Q 接，单杀拿下。知道他学的是，你想在干嘛？你想干嘛？开黑雾隐藏。盲僧在。但是先把眼睛吃 ，A 交给 AD 吃，这灵魂先不捡，先帮 AD 补兵，最后再捡这个灵魂，最后一个 Q 收尾 ，Q 一下，马上消失了还是要捡的，再吃，这一波 W 闪我就问大家帅不帅？为什么我这波会动手？有没有兄弟知道的？因为对面莫甘娜交了一个 Q， 所以说我确保他学的不是 E 技能，我就直接 W 闪了。我要先知道他学的是什么技能，我才教这个 W 闪。在我不确定他学什么技能之前，我是不会教这个 W 闪的。因为如果说他学黑盾，我 W 闪上去，我就捞了，我就要死。有，哎，会玩的天使还真好打。罗拉，我刚刚嘴巴有点硬，兄弟们，不是什么情况。Q 一下 ，A 一下 ，W， 还闪过来，再 A 一枪。我们这波配合非常的完美，我跟你说，我跟库奇。他进去顶了一发普通攻击，我在海闪进去 A 了一下，完美到极致了。选塞纳这个英雄，不是我把你打爆，就是你把我干爆，就是这样。你要抱着这样的心态，你去玩塞纳才能玩得厉害。小心，像现在的话，我得先去做眼睛。他来人了 ，W， 哎，大招，治疗术提前开 ，A 接海闪拉开。我这波得提前给盾，提前给盾的话可以抵挡一下伤害。没想到他这波目标是我，走，灵魂。眼睛、灵魂、溜之，还有果子可以吃。你像盲僧现在在对我们动手就晚了，因为我们现在优势掌握在我手中。哦，又被定住了哟！盲僧在哪里？我跟你说，这波我不敢上去打了，我再上去嚣张一点啊！等下他盲僧就要来干我们了，这个位置得稳一点。哦 ，Q 触发先攻，溜，确保他盲僧不在的时候，我们再动手。那这把优势在我啊，盲僧现在在搞了波中路，怎么说天使没有大招，开了个大，但是这个大招开了其实不如不开，没什么卵用。请求集合也请求不了了，他盲僧还在下半区，因为你怎么样判断他盲僧不在下半区？好，他上面野区没有刷新，全部空空如也。如果说他上面野区已经刷新的情况下，你看这三组啊，刷新的情况下，那他盲僧就在上半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打架，你有的时候你动手你容易被抓，是因为你没有去想。去思考对手打野可能会在什么位置，他现在一定还在下半边，所以说现在不跟他哟发财了，哟，哇哦，哎，
这怎么办？这眼睛好想吃啊！走一下，我们家打野来了，锤。说实话，丢了西瓜，丢芝麻，两个都没有吃到。开黑雾，再给个大招，穿一下。他盲僧果然在。我们这波佛爷哥可能要死。W Q A 定住，锤他，交闪现，治疗术给 AD 开一下。这个位置他被定住了，开黑雾。A 死了还行。哇，赶紧把扫描换上，等下出来的话，把这里的眼睛给他排一排。因为我们家 AD 的扫描术现在还没有转好。哎呀，这波说实话 AD 有点嚣张了，这种位置其实不能上。还好我最后一发暴击把盲僧收下了，不暴击的话，这波会亏麻了。走了，马上回城换扫描，刚好回城。来吃来吃，我带扫了。来吃来吃。哎呦没了，我靠！哎呀，很烦的，没有眼睛了。妈的，只排了2层眼睛，本来4层眼睛的，本来都快满了。小心，定住。嘟嘟嘟，好，你看他这个 Q 嘛，释放的还是非常的精准的啊。我们现在得稍微站在一个靠后一点的位置 ，Q 一下他没 Q 到没关系，因为现在还没有5级的话，我们就不能嚣张了，得稳一点。回家再把这个扫描换掉。AD 戴眼镜，你戴眼镜吧。现在过了对线期了，我带扫，走。他们可能现在要动小龙了，但是无所谓，因为我们这波打野的话选择动先锋。哟，他们去动先锋去了，那我这波得去支援一下了。开黑雾加速上前，看还有没有必要支援哈。W 过去一个大招，但是被铁男关进去了，没把这个人宰掉。怎么说嘛？哇，先锋也没了，他刚好把那个人关进去了，然后没办法杀掉。这个位置我得去搞对面下路的寒冰射手。你已经死了，这里有个眼睛。W 啊，一枪，没有撤退可言。开黑往后面走，天使有没有大招？没大招，但这一波他动手的点是我们家的飞机，那于是就先杀莫甘娜，锤，好，还闪，预判一 Q。W， 快跑了！我们家队友佛爷哥马上也来了，帮他补点伤害，把这个人杀了。救命啊，佛爷哥！我很烦，我帮你，你不帮我的。我帮你，你却不帮我。那我再也不帮你了，很烦的。W 闪现帮他补伤害，那又跑去追后面的那个人，哎呀，说实话，捞的一批，还是要先出狂热。我的3大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就是因为我带的3红加仙宫。扫描一开。悠哉，看看有没有眼睛给我吃一吃。没有眼睛，灵魂先吃了。刚刚说实话那一波是我们家 AD 啊贪了个眼睛，他那个眼睛没有着急去吃，所以说导致盲僧先动手了。但是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我们打的没有那么亏，因为我们前面杀了一个。不着急哈。Q， 哟。大招溜，哇，对我动手了，我套里猴子的，就杀我这个全队最肥的一个塞纳是吧？果子先给他吃一吃，现在血量不是很高，眼睛也还没有叠满层，这一把游戏啊，只有我是优势。灵魂吃掉 ，OK， 悠哉，先撤退。有一个蓝 buff 的话，让 AD 去吃，我们这个时候再吃一个果子，把自己的状态回复一下，然后佛爷哥去上路带线了，开黑雾。这波中路塔的话，我可以守，
但其实线已经没了，守也不用守。我们这把打的后期是厉害的，因为天使这英雄后期很强。不着急哈，这个位置他一脚把他踹过去，先锤一下，把眼睛先给吃了。细节点 ，W 刮好，他 TP 打出来走接一个 Q， 但是要小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对手啊，这个 A OK 秒杀，对手寒冰马上大招就好了。W 还闪过去一个 W， 但是没做没关系 ，A 接一个 Q 技能，再见。OK 舒服，这一波打野操作起来了。但是我在扛塔，先溜之 W 能帮到吗？帮不到。打野好帅，我等一下还要帮你。嘿嘿嘿嘿，变如莲。先把中路塔给他 A 掉。扫描开一下。这波对面人都死了，我们可以去下路吃波钱。下路钱的话，让铁男去吃，他要去下我就吃中路线就行了。锤 Q A， 这一波上单也帅啊！上单把对面谁给秒杀了？我没注意。哦，一下走了，回家。你妈的！你是两个傻屌，想对我动手？还好啊，还好你哥没有在那个位置回城。那还没有没大招了。那夜之锋刃，我跟你说，今天看来啊，不得不做了，必须得做了。黑我，这装备今天是必须得出了。我现在眼睛有多少层？3层，还差个2层，上面有个眼睛，这个眼睛可以去吃。小龙已经刷新，吃一个眼睛，等下再吃一个眼睛就4层了。这是大龙，哦，大龙不能动。Q 一下还行，还差最后一个眼睛。A， 灵魂先吃掉。小心啊！现在你千万不能着急上去平点对手的寒冰，为什么呢？寒冰有大招，他这个技能你着不住，懂我意思吧？拉他，走喽！永远是站在队友身后的，拉开，还好有一个技能。他们想要去拿龙，直接给个大招，这波被蹲到了，大招穿了4个人，我们这条龙还能看吗 ？W 往这里给。飞机去打小龙，青钢影死了，点一下，不着急。这个时候说实话2个人遭不住，走了，算了，一条大龙而已嘛，给就给了，把中路线先给他带过去。但是这个位置啊，说实话打野的想法是好的，他想的是去拿他想的是你去拿小龙，那对面肯定会去动大龙，但是你像这种资源置换，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没事，这条大龙无关紧要，兄弟，你相信我，这把输不了。我马上第3件装备成型之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到他脸上去 A 了。主要是现在寒冰给我的威胁太大了，没有人能吃他大招，你知道吗？我又不能做水银，我做水银太捞了。回家赶紧把自己的夜之锋刃做出来。魂很少，是的，但是其实我的塞纳我不需要很多魂，我只需要60层灵魂就够了。OK， 好，又逮到了，但是有大招，这个位置怎么说嘛？先穿一下，哎，眼睛吃掉，再吃一个，全部吃光光，再吃一个灵魂，开黑雾，悠哉，不着急，开大招定谁 ？W 给一下 ，A 秒杀 ，Q 回血，中路可以打，发起进攻，看一下有没有后续，但是没后续，于是选择下去逮捕青钢影，青钢影这个位置要走不走？不走，那就撤退信号先打给我们家的打野。我们中路还是得守一下的啊 ，Q 一下，灵魂吃掉。夜之锋刃1400，赶紧把这个夜之锋刃做出来，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非常想去对面脸上去点他了，但是因为有一个寒冰在，你知道吗？这寒冰真的这个大招搞得嘛，我没有办法走上去点他。卡玛第1件救赎还是香炉，看你单排双排，单排出救赎。双排跟 AD 双排的话，就直接出香炉，因为香炉很厉害。差点钱，开黑雾，佛一哥是有水银的。这波上路的话，可以跟铁男共享一波金币，灵魂吃掉，走。等下还可以把自己的扫描换成一个眼睛。蓝 buff 还是要吃的，这蓝 buff 不能给。他们拉开了。138块，
点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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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爷哥，好好玩，这把赢了我送你个皮肤，输了我也送你个皮肤，好不好？别委屈了，我知道 AD 把你的野怪都吃完了，这把如果说不 C 的话，我们等下一起骂 AD 就行了。没事没事，我帮你教育他。那心态有点炸，我们这波先上路可以小看一下，不着急，扫描开一下，往这里走。我们现在其实很难去找到一个能起节奏的点，因为我想帮他补一下伤害的，不小心把他蓝 buff 给吃了，我靠！说实话，我这是不该的。好，这个位置怎么说？给一个大招穿一下他，但是可惜棋差一招，因为对面双人组也赶到了，他们跑得非常快。悠哉悠哉啊！我们这把说实话缺少一个在前面开团的人。闪现，闪现干什么？这个位置中路线一直过不去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这种位置啊，你被对面一直把视野给占住了，我们很难过去。小心，等会儿等铁男开一波就行了。铁男先手进场，先手进场开大招关人。这是什么龙啊？这是对面这是大龙。大龙保不齐要给了，他们会直接动。我们先把中线运过去吧，没事，我们拿3龙，拿第3条小龙。大龙的话算了就给了，兄弟们。这个位置先走，铁男，小心小心，飞机去下面去了，走一下。小龙看这波小龙可以看，你关人就行了啊，铁男，等一下关一个，随便关一个，得等飞机过来。他把我盾给破了，关人先把下给开起来。但是没有一个很好关人的点啊，说实话，哇，得走了，这把打得很被动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去洗开团节奏点。虽然说前面玩得很不错，但是中后期的节奏被对面给掌控了。飞机这个英雄也是腿短英雄，我们必须得找一波节奏。对面也不跟你打，你知道吗？他知道现在能压制你，然后也不选择去跟你打架，大龙小龙都给对面，节奏不是很好啊。这把保不齐啊，我们可能要输。但是我现在的发育还行，该玩石头的人确实开黑雾，青钢影这个位置很难抓他的，往上面走。OK 还行，灵魂吃掉，他们死了一个人就可以接受。想一下啊，做什么装备会好一点？这个位置青钢影要上，我们得去跟一下他，看一下。WR 能杀吗 ？OK 好杀，过不去了。能走吗 ？Q 回口还行，这是我们的一波机会。定住我了，我没法继续上了。闪现关，但是被他也是顿流的莫甘娜 ，CD 血合音之律，顿流没有错。点，保护住了对手的盲僧，这一波节奏找的还不赖啊。回家了，就是搞得嘛，飞机现在他其实很难去起对面的节奏。Q A， 他人肯定还在附近呢。我们现在其实输出不差，就缺少一个开团的关键点。回家搞个什么装备呢？夜之锋刃，现在只能说把自己的伤害进一步的拉高一点。现在也不是说寒冰了，现在就是对面这个比较灵活，比较油嘛。然后我们这种中路线过去了，没有办法挤住线。现在这一波我们就有位置了 ，W 给一下，不着急。佛一哥想去下路找他的节奏，先把中线给运过去。大招打他一套。妈打冒汗了，等一下。扫描开，眼睛先排，这波没有位置。闪现拉开，不着急，直接被他关进去，开黑雾。AQ 再 A 一下牛杀，再看盲僧 A 一下再走，小心看我们佛爷哥收割，可以，这一波佛爷哥终于赶到 AQ A OK， 再往前追击，我伤害非常高，游戏马上结束了。下路一波，下路一波了，中路也行，随便。
就需要这种架，就需要我们提前站好位置的架，哇，太爽了！逆风翻盘就在今天，你看我这2下点的嘛，把阿罗拉一个 W 一个 A 点他4/5血量，你顶不顶得住？没事，做到了，你很强，但是这把 AD 说实话没什么发挥，我要甩锅甩给他，都怪你，谁叫你把打野野怪给吃了？你不吃，他早点他不就 C 了吗？人家玩的这么好，你个傻瓜！我们这种脆皮阵容打对面这种脆皮阵容，就是得提前站位置。他们有位置的话也很好打，然后我们有位置的话也很好打。你就比如说这一波就是我们提前站位置了。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提前把位置站住吗？因为我中路有一波，这个时候可能又有同学说我在吹牛逼了啊，我不吹牛逼，因为中路那一波我直接一个推棒加 W 技能，把对面的寒冰给定住了，打他一趟往后面退了，所以说寒冰得先回一波加，所以说这一波我们其实是打了一波人数差，你懂我意思吗？寒冰必须得回家，他回了家之后，我们就人多打人少，但哪怕人多打人少也没有那么好打。皮肤 OK， 给他送一个。这个皮肤的话得添加好友24小时才行。账号平台不互通。那这位同学啊，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认识 QQ 区的这位同学啊？因为我的账号跟他不互通，让他私信一下我，然后我给他送一个皮肤，报销一个吧，直接就是。比如说他喜欢哪个皮肤，我直接转账给他，可以吧？佛爷哥可以在后台私信一下我哈，或者咱们直播间有认识这个 ID 的同学，通知一下他，就当请他吃一份晚餐了什么的。都是，你们都是，那肯定是要截图的哈。最贵的那皮肤的话，肯定是不能说是那种特别贵的，就是最贵的传说皮肤好像就120块钱嘛，那就120块钱以内。龟先给他办掉，有一说一啊，人家玩的还真不错，就是他憋屈的点，就是因为他野怪全部被飞机给吃了，蓝 buff 还被我给点了，他操作是真的有操作，真的厉害的，真的厉害的。私信一下我就行了哈，直播间很多人发弹幕的话，然后橙子也具体不知道是谁，就是私信，然后可以把对局记录截图给我，或者就是说发一下个人的 ID 主页图也行。确实有点对不住他，人家玩挺好的。他说不要了，给我。别闹。然后我看一下吧，如果说佛爷哥没有给我私信，没有想要的话，那我明天的话就把这个皮肤抽奖抽给咱们直播间的同学，好不好？就也不抽奖了，给大家发粉丝团福袋，就是大家都可以抢得到。上单选错人了，选山羊跟他换，他是吸血鬼。OK。对面这一把的话，上单猴子打野杰，我们这个阵容还行啊，你还真别说，我赢，嘿嘿，再来塞纳，爽，这把的这个阵容就很适合玩塞纳了，不会像刚刚那一把的情况一样，正儿八经的适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把说实话有个前排有个山羊，你懂我意思吧？有个山羊，还有一个青钢影是可以去起节奏的。所以说不虚他，在黑雾里，没有谁孤军奋战。橙子讲个逼man的，你看就看，你还要甩锅给我，不许看了。发这个生气的表情，搞得我好像很娇气一样。哈哈，换一个辅助吧，这把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把是要玩这个，就是因为我想一下啊，塞纳其实带海闪也行啊。为什么要玩塞纳？就是因为塞纳啊好打维恩。可能很多新同学觉得你玩了一把还不够，你还要再玩一把，你这不是捞仔吗？但其实不是。上一把的话是强行选，是乱选的。当然这一把是有根有据的。这一把对面是维恩，塞纳这英雄吊打维恩，他对线玩不了游戏。从1级开始就很难吃兵，而且他辅助带的是治疗加闪现，没有办法跟我们 all in。他玩不了，他这把对线一定会被我们压到爆。对，现在我们这个是微信区跟 QQ 区合区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能排到 QQ 区的小伙伴。
QQ 区一般都是年纪比较轻轻的，怎么不露脸了啊？忘记打开了，刚刚不小心点错了。这一把对面中上野3个英雄其实有点克制我这个塞纳，所以说我的站位要稍微靠后一点。其实我以前塞纳喜欢带那个灵光披风，但是我现在我喜欢带的是海闪，我感觉海闪 WAQ 还挺厉害的。没抽蚊香，刚刚没有点那个，就是不小心点到了。扫描术，杰这个英雄跟盲僧不一样，他不会一直来起我们下路的节奏。人太少了，被迫合区，可能是吧，有可能。我们要入侵对面野区，搞什么？我们下路是优势，先把位置给他压过去。如果说青钢影要入的话，我们这个下路推线是最好的。扫描开，他这个草丛里面有眼睛，给 AD 一下。哎。Q 没 Q 到，很细节。他开链子的话就往后拉扯一下，不着急。A 不到，再一下，挺会拉扯的这人。我得再去着急跟他换一下血。A Q 治疗术前走，再一下，可以，很舒服。他去找凯南过去了，我们这波得小心，得小看一下他。好，逮到，不着急，他能走就行，能走就行了。OK。哟，哇！说实话，这样子去稍微小看一下我们家的青钢影呢，其实让我们对线没有那么舒服，因为让对面回城了。那这一波就直接给 AD 回一口血，不要浪费自己的技能 CD， 再往前面走一下。他劫的野怪前面被青钢影反掉了，他是很伤的。劫这个英雄到不了5级，他的节奏会很崩溃。点射，不着急 ，Q 溜。点他的一个站位会比较靠后，再 A 他 ，A 辅助再走，这个位置我的血量不是很健康，灵魂吃掉 Q， 很肉，他出的是什么？长剑，有盾，有回血，刚刚打到他骸骨上面了。那3级的话血2级 Q 点走，臀线进塔的话他是遭不住。来兄弟，没 Q 到 A。灵魂，点塔皮 ，A Q 点塔，锤塔，我治疗术马上又好了，这就是早用治疗术的一个好处。血液 Q 一下，再一下，不着急，再一下，我有治疗，灵魂吃，他现在就已经很难玩了。走到很后面才回城，这一波的话不能交闪现，交闪的话他也会交闪，把这个线给他推过去。凯南现在 miss， 不知道凯南在什么位置，所以说我们要小心，往下面站，他可能海闪下来。这个塔皮的话就不推了，直接回家。这就是我说的塞纳打对面这种英雄的一个压制力啊，他其实是很难玩的。像他打野现在这一波在下半区，还行。海闪看起来比灵光披风帅一点，还好吧？我觉得确实海闪会有用一点，会厉害一点。继续的压制，扫描开，这里有个眼睛，这眼睛要吃了。现在有穿甲鞋之后，它更加的难玩。但是我们这一波要推线了，得去帮我们家的青钢影看一下对面劫的野区，这波 AD 线推线。直接支援过来，不着急。好，怎么说？他的凯南也会进，那撤退信号打给他，准备吃塔皮，站这个位置，不着急。青钢影在后面保我们，那可以接受。Q 一下 ，A 一下，治疗术直接开，因为这一波他们人都来了，定住，可以，让我们吸血鬼发育了一波，他发育的会比较舒服。青钢影在保我们，这青钢影是高手，等他凯南走，凯南这个时候要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可以往前压，他们双主会一直坐牢。来嘛，试一下，开链子都不敢上来 A 了 ，A 一下，但是他 A 不过，再吃灵魂，好多灵魂啊 ，Q， 这波不能再吃灵魂了 ，W 大招，定住，再一枪，再见，开黑雾，掩护队友撤退，这波他们人都来了，小心，凯南可能也到了，我这个位置不着急，
劫一个人的话是杀不死我们家的这个飞机的，他必须得有凯南的伤害帮助才行，直接回家。这把对面的重心都在我们下半区啊，飞机这个眼睛等下需要插的深入一点才行。神秘人叫存者，神秘人不是啊。这把主播赢我吃翔，那肯定不行啊，我不忍心看你吃。这把我们不好输，打他就行了。我一个人换他2个人的血量，我完全可以接受，换得过。扫描开，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眼睛，都没有做眼睛。Q 一下，点吃防御塔皮就行了。这把高手对局啊，我们中野是高手，对面中野也是高手，对面下路也是高手，但是我塞纳的话后面会没有那么厉害，前中期会厉害一点。W 预判中了再偷 A 他一下，你看这伤害嘛，顶不顶得住？先点塔，受不了了，治疗术开 Q A， 受不了你就飞给，但是没后续了。假装回家，3、2、1，再见，回家。嘿嘿，假装回家是为了骗他，让他以为啊我是回城了，但其实不是。我躲在一个悄咪咪的角落，续一个大招，直接把对面的辅助秒杀。这一波盲视野预判的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让吸血鬼去下路发育去了。吸血鬼现在4100块，对面凯南只有4400块可以接受。怎么说？血池没有开出来，开黑雾过来看一下。但是杰这个位置已经把大招交掉了，可以先去动你先去动那个可以的。他现在杰没技能。哎呀，说实话，他妈的，那 ED 就是傻瓜一个，你别冲啊！你这不是把我给害死了吗？呆瓜，这个位置想把杰杀掉，你的飞机太呆瓜了。我不允许你等会儿你再去玩这个屌毛英雄了，一玩就很嚣张。上一把也没站出来，这一把还带着我去送。我们本来节奏那么好，现在3-8了，你说你给我气坏了你！开黑雾过去，气死我了！扫描开，看这里有没有眼睛。A W 预判 Q 定住了，打他。他交闪现就算了，先锤中路塔。劫的话在侧面。海闪拉开，我们这波青钢也在，小心。先锤塔，闪现框，再给个大招，再见，穿死他，再往前面追击一下 ，A 治疗术开一下，奶一下，开黑雾 ，W 给 A Q， 先打前排，能打到谁打谁，打孙悟空，孙悟空是没技能的，锤，再见，灵魂吃掉，还行，我这一波队友发挥了。吃个眼睛，这里有个眼睛，把这眼睛给吃了。我这个大招穿的也非常不错，配合青钢影的伤害，然后我们直接把对面的杰给秒杀掉了。我又是经济1号位，这波钱的话得等吸血鬼来吃。吸血鬼这英雄是非常需要吃钱的，给他一个黑雾，加速过来一起吃，有2波线。灵魂，再吃一个灵魂，小心哈，我们这个位置2个人。不是特别舒服，但你千万不要抢吸血鬼的钱。他如果说是狐狸、是艾克这种英雄，是凯南这种英雄，我是可以直接快速帮他推线的。但是吸血鬼这英雄一定不能吃大钱，因为我也是一个吸血鬼高手，但是直播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吸血鬼这英雄很缺经济的。想一下，夜之锋刃还是电刀？这把 A 是 A 得到的人，就来一个夜之锋刃吧。电刀先不做了，先保命要紧。这是高手对局，不能出电刀那么嚣张了。扫描开，还差几个眼睛？差最后2个，这里一个 ，OK 吃了，下面还有一个，有吗？I don't know 啊，这波可以去找对面上路的节奏，开黑雾，看一下山羊直接开大招了，怎么说？这是一个假猴，有没有后续？瓜小心，这个位置没有看到对手的凯南啊，凯南没露头，4-1的凯南，这凯南如果说开一波天雷，我们是招不住，恐怕是招不住，小心。先往上路小靠一下，直接给个大招，掩护一下队友。治疗术开一下，没后续了。这波对面人来得快，
拉开，点，我们这波还都有技能，他们没技能了。A Q A， 后面还有一个飞机这个位置怎么说 ？W 给一下，得走了，杰马上来了，快走快走！果子先吃了，得往后撤退，开黑雾。但是我们两个人打得过这鞋吗？有大招吗 ？Q 一下，他有大招应该就会过来干我们了。这波节奏不是特别的好，先把果子给吃了，因为对面支援的比我们快，我们是要先处理中线才过去，所以说我们上路其实拉扯打会更好一点，但他们拼了，吃了，回家。现在这个节的话7700块，凯南是非常的肥，8500块，走。眼睛打满有什么效果？眼睛打满的话可以加20点攻击力，相当于是25点攻击力，相当于很多钱了。灵魂先吃了，这个位置扫描开一下，看一下有一个眼睛，把这眼睛给吃了，直接回家。等一下我们的站位要稍微靠后一点，得让回家换个眼睛会比较好。小龙11秒钟刷新，那这波不回了，直接在线上站着就行了。那边是有眼睛的，他们这波猴子要先回家，他猴子是先回家的。但是我们吸血鬼靠的会稍微慢一点，怎么说？先把中线给他过了。凯南没有漏位置啊，凯南在侧面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点危险，得山羊往里面去稍微小挤一下。先打前排，大招杀凯南。我来保护你了，吸血鬼。大龙有了，然后让飞机去发育，我们几个动大龙应该是没问题的。他现在劫的话在什么位置还不清楚，回一口血，没露头，眼睛吃了，大概率是不会来跟我们抢这条龙了。往这里给一下，看一下他位置，他还是要抢。开金身 ，A， 再见，灵魂吃掉。这波凯南还在，那这一波打的对面，说实话有点措手不及。这一波是为什么能打过猴子呆瓜了？猴子这个位置的话，他队友在打龙，他其他人的话跟不上输出，所以说这一波我们能打得过。上路又去想杀吸血鬼，但吸血鬼有 W 技能，怎么说？炸一下 OK， 凯南的节奏进一步崩溃。凯南这英雄是这样的，他的节奏不能允许被这样。开黑雾过来，来嘛，点射嘛。我就是嚣张，你看这一枪 A 接，飞机定住了，但是无所谓，我也是 AD 一个大招刮，再见兄弟，我伤害比飞机更高，你去定飞机，你是根本不把我这百爆刘塞纳放在眼里。我来评价，我以后办个电竞，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橙子电竞啊，我这把一定给你打8.8分，太溜了。为什么8.8分？因为还有1.2，还少了1.2。等一下啊，这波上路可以找一下杰的麻烦。黑雾开起来，他杰是没有大招的，锤。他到现在想动手，我跟你说，下路两个人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打得过塞纳跟飞机的，因为塞纳这英雄太克制为人了，哪怕是一个翼闪很帅侯赛雷，但是有什么用呢？你像这种伤害的塞纳，对不对？出肉装肯定是不行，出肉装的话，太混了。Q 一下，黑雾开起来，凯南。他凯南在塔上面准备去那个去电，你知道吧？先把凯南秒了。哦，再点射，再 Q， 一个 AQ 就是半血，他怎么玩得过我呢？锤 Q A W 溜，黑雾开。怎么说？下路线可以去带啊，我去带线。然后等下的话，我的队友是可以，我是可以支援大招给我的队友的，不着急的。把下路线给他也一起带过来，他们这一波本身就少人，队友要冲，我可以去带。怎么说嘛？好，等飞机走过来，锤 Q， 锤 W， 锤，锤不到了，锤，黑雾开，扫描开 ，A 接 ，W 开，直接一个大招 ，Q 一下，但是没秒杀。A 点射，先点塔，再 A 孙悟空，
在对面的维恩，在维恩 WQ 接闪现拉开，不给他打了，走了，没后续了，这就够了。维恩现在想点我，你看起来他点得过我，但其实不是，因为我现在身上装备不够，你知道吗？我身上现在只有3300。你还在装杯，你别装了。再出一个电刀，再来一个木刃，你就说这把塞纳发挥的屌不屌？我这把我保不齐啊，我有个 MVP 可以拿。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于这一条小龙了，剩下这一条小龙，这条小龙肯定是不能给的。开黑雾，杰的话现在在上面 ，AQA， 他已经丧失了跟我们争这条小龙的一个资格了，争不了了。喊我什么了？打字给我吗？满分，青钢影，得赶紧，打错字了。龙的话得去看啊，他们要去打大龙了，没动，还想去看小龙，小心，他要来抢，秒杀！这个大招穿的刚刚好，青钢影这个框啊框的非常的不赖，每次都能框住这个劫让他回不去，然后我再接一个大招帮他补点输出。青钢影一个人输出他其实没有那么够，扫描开一开，大龙打一打 ，W 你敢过来吗？锤，眼镜位 LA 2下。现在的话木刃还没有做出来，这个2500块还差个1000多块，我可以去把上路线给他吃一吃，把上路线带过去，中下2路其实也够了。锤，这个伤害嘛太高了，而且不需要很多的灵魂，你知道吗？最关键的是我这种塞纳不需要很多灵魂，我只需要60升灵魂，让我能够有100%的95%的暴击几率就够了。我只需要2件暴击装备，我就能100%暴击几率。好，再来上路，飞机在下路。这一波的话，先悠哉，先小心。他们现在其实很乱，非常的乱。我们飞机在下路，黑雾开起来吧。这个时候只要不着急，有人死 A 一枪，大招往这里给，怎么说嘛？你看这一枪 A 的他受不受得了吗？再一枪，再一个 QA 再见，这种伤害谁顶得住 ？W 往这里给，续了一个海闪，吸血鬼也发过去了。我说了，吸血鬼是高手的，因为他的一个经济我就能看得出来。好，来嘛 ，A 一枪 ，Q 一枪，闪现再点一枪。我专门用塞纳打维恩的，你以为我上把是有点捞，我这把还是捞吗？不是的，就是这个英雄是专门用来打维恩的，好打的一批，你不管前中后期你都好打。但是维恩的话，他可以中期跟你避战，他必须你避战，他不能说跟你起任何一波节奏，跟你起任何一波节奏，等着他就只有爆炸。看到没？在众多高手当中，属于我橙子的这一把我做到了，打了全队23%的输出。你这样一个辅助，大家肯定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辅助不好，会有点垃圾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说实话呀，塞纳这英雄确实是。我是为什么能玩得好，就是因为我把这个英雄给他拉满了。我每次玩塞纳，我都要发，我平时发力发90%、80%的力，我玩塞纳我要发120%的力，我才能玩得很厉害。因为这个英雄你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站位，包括注意对手打野的动向。感谢神秘人大哥送出来的云中秘境，兄弟们把老板大气打在公屏上面。这个神秘人是主播叫来刷的，我哪有那么多米啊？那肯定不是啊。这把对面也很厉害的，中野下了。哎，我看一下我看不到了。很调皮啊，咱们直播间很多同学在这说什么老板糊涂都来了，用福袋收满你们的嘴。来，现在把老板大气打出来，我已经给大家发福袋了哈，咱们直播间所有同学见者有份，就是啊。橙子辅助有很多宠妃，我是指定辅助英雄啊，是的，我的辅助英雄有很多，但是最适合上分的辅助英雄就是卡尔玛。为什么呢？因为卡尔玛这个英雄啊，简单又强势。先跟队友换一下位置，有没有帅哥跟我换个位置？真是我，快跟我换！哎呀，不要让我先选嘛！有没有帅哥啊？我靠，我不想先输啊！哇，上单是帅哥，可以，你这把你选这个英雄，我很舒服，我一定会带你飞的，你信我，包带飞。
神秘人的 ID 是名称吗？不是，那个是带的一个那种特效，就是装扮特效，懂我意思吧？机器人，嘿嘿，不知道是呆瓜机器还是厉害的机器啊？选了一手机器，想一下哈，玩什么呢？山羊被选了。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会选我。妈的，选错了。你山羊啊，你上单木木能玩吗？你上单木木能玩的话，山羊可以给我啊。我的山羊打机器那是一绝，我刚刚去找山羊去了，发现没有。那行啊，那这个木木就交给你来了，那山羊就交给我了，没问题。这把包带飞。我们这把阵容不赖，我们 AD 中单跟打野全部都有输出。然后我这个英雄呢，他没皮肤。然后主播扣1送地狱火吗？英雄联盟手游哪有地狱火啊？3蓝加上1绿，很久没玩了这英雄，但这一把的话出还行。要是玩的捞的话，大家别，等下别喷我哈。太久没玩了，以前是我最厉害的英雄，但这个版本是转辅的版本。我的老伙伴啊，我已经很久没掏出来他了。然后这把对面还有个乌鸦，乌鸦这个英雄有点克制我这种山羊，说实话。这把打完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兄弟们，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已经3点钟了。山羊的话有一点小克制机器，就是山羊的 W 技能啊，可以抵挡机器的 Q。山羊要做生物之盾，1级的话只能学 Q，2级看情况学，3级很厉害。Go go go！ 好久没见了啊！咱们直播间的同学有很多同学他都很想念这个英雄，今天搞上这么一把。前面的话不要进他们草丛里面。机器人如果说是高手的话，他会带针眼或者带个扫描。他前面在草丛里面的机器就是厉害。好，没有带那个针眼或者扫描，先把线给他推过去 ，Q 一下再走，换他血。我有复苏之风，我山羊换血是很厉害的。往后面走，不着急。Q 到我了。山羊1级是比较弱的，所以说我们前面可以抢线或者控线。第2波线的话可以稍微小控一下，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眼睛，防止机器等一下进到这个草丛里面。好，他进草丛里面我们是能看见的哈，不着急。好，不上了，非常的谨慎，嘿嘿嘿嘿，这是个呆瓜。起飞，点燃挂上，锤。这一波就是 QA。点燃一气呵成，帮他挡技能 ，Q。哇，这在搞什么飞机啊，兄弟！你这闪现也不交就被锤死了，捞的一批，说实话，卡了，只有这种能解释了。那交闪不就不用使吗？走了，佛爷哥来了。这个兵线卡住，不要犯浑啊！这兵线你肯定得帮我卡住的，要不然我炸缸了。我帮你卡了一波线，不过还行啊。我们利用山羊的一个特性，也不是山羊的特性，就是反正就是帮 AD 卡了一波线，还可以接受。默默上路可能会有点小坐牢，因为盖伦这英雄属于说是线霸英雄，很厉害。从这里你也能看得出来，机器人它前面的伤害是挺高的。做眼睛，走路，嘿嘿，我不上。别，勾到了，但是往后走。Q， 起飞 ，A 接
，W 技能烧，锤怎么说？闪现过去重锤，点点帮他挡击技能勾 ，Q 技能减速，还是死了。这波线的话就得推进去，这波线的话 AD 吃不到。锤，哎，你卡嘛，给你卡，你能不能顶得住？你先说嘛，机器。就推过去，就推过去，就推过去。来了，起飞，还可以继续跃。起飞 ，Q 点燃，闪现拉开，扛到极限。但是防御塔伤有点高，交给飞给，飞给能杀，杀了就还行，就是嚣张。飞机说实话今天有点小 low 啊，搞个狂徒，这波其实不该上的，应该再等一下再上就行了。这防御塔伤害有点太高了，我本来不用死的。是的，我上早了。你们在聊什么？他这波要去中路找我们家维克斯的节奏了。那这一波我们的选择是继续上下路。但是你还真别说，他这把一个乌鸦啊，他是有点克制我们这种阵容的。哟，骗，走。乌鸦来了，海闪拉开，不着急。W 技能不可阻挡，躲一下他的 E 技能回拉。Q， 眼睛坐上。这一把说实话呀，不是那么好赢，因为我们前面AD 打的有点爆炸。Q， 但是不着急上。走。吃兵是木有那么好吃。他不勾，嘿嘿，不可阻挡。Q， 不着急上，挡住，挡住的同时怎么说？这一波人马来了，但是他乌鸦可能也在附近，准备先吃声爆破再说。锤 ，Q， 挡住，勾不勾？人马来了，直接开启大招，重锤往这里交给佛爷哥。点燃挂上，帮他挡技能，往后走，悠哉悠哉，闪现溜之，没有拉到，谁都没拉到，海闪 Q， 狂支，这一波对面节奏非常爆炸，给飞机打个装备，许久未见的装备打造器，舒服，但是我不用回家的，再敲一个红水晶，三阳大怎么放？那就是开完之后再放2段就行了，然后我们这波中路可以去吃很多钱，锤。我如果说能在6分钟之前把狂徒做出来就很厉害，6分钟之前做不出来的话就没有那么强势。走了 ，W。哎呀，打一套我就回家了嘛，你不打我，我在线上我继续赖嘛，就非要过来重锤我一套，搞什么飞机？看一下啊，狂徒的话1350，那我这把其实发育的没有那么肥，我这个经济的话现在只有3700块，对面辅助2个人头也有3700块，他辅助发育的也挺肥的。然后我们上路塔的话，因为是一个木木的话，他其实很难打对面这个英雄。这波打小龙啊，兄弟们，快走！对面5个人，转头来打小龙，我先帮 AD 拆塔，不着急，没事没事。等一下我们他们不给就算了，不给小龙也给了，没事，人马去刷野怪，回头打蓝区去，快跑快跑，大招溜，快跑快跑！哇，爆炸！小心啊，木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支援啊，对面5个人抱团集结，你说这能怎么办？我们得去守中路了。但是他们这一波打完之后，龙我们还是可以看的。水位，重锤秒杀，挡住，帮他挡技能。还有后续吗？这条龙可以动，他们没状态。出狂徒，飞机还要往前，我们这波可以跟一下。但对面上单 TP 了，快走 ！Q， 嘿嘿，我们可以动龙，摸起来，然后让飞机自己去中路吃钱。下一件装备的话，可以来个永生花，让自己更肉一点。这一波就是因为对手中单的位置好，所以说我们就得直接一个闪现过去，看一下能不能敲成爆破。溜了，你以为 W 技能不可阻挡？不要上，不要上！木木这波这波可不轻上啊！快走快走，没后续了，木木可能要着了，一个大招滋，走了，
这个位置给他定住了，他也要死，小心。只能让我孤零零的守护我最好的中路 Q 一手，人马在后面能不能走还不知道，反正盖伦是先打先攻，海闪溜溜球，一打架就5个人，我真的是服了，一打架就是5个人。想一下出什么装备哈，我出一个炼金高压罐好了，因为对面破盾等下肯定会有人会去做的。炼金罐。下路的话，我们可以去吃钱，这波钱可以跟队友一起吃，这下路钱比较多。永生花的话，这件装备会有点过于贵了，出自然之力吧，这把没有那么肥，不肥，直接做自然之力。但是对面物理伤害又有点高，永生花会厉害。左右脑互搏了，那还是永生花。我看，走喽。他这个位置乌鸦也在，先做好眼睛。走哪里去了？这里吗？他应该是往身后走去了，小心！炼金罐出炼金的话，等下就不能被交闪现，那可以接受。Q 一下，不着急。这个位置不好，震一下没震到，海闪拉开，因为他们有人在。我这波直接往后面走 ，Q 减速，不要被他留住。走位躲一下技能，有点可惜。快跑！没有被他勾到还行。然后我们家中单可以去吃钱，先把果子给吃了。这波佛爷哥在中路，佛爷哥跟机器在中单下路塔，我是可以守的。Q 一下，把线给吃了。位置其实上没有那么好上，山羊的话还是有点太过于笨重了。如果说是落的话，可能会好很多。29秒钟一个大招。等下这个技能啊，等下这个被动技能啊，我们要敲给，我看一下，要敲给中单或者打野，敲给打野会比较好。不着急。蓝盾冰心有佛爷哥，我还是得先出点魔抗的，等一下后面再做这种装备。因为其实我一般来说我是打不到佛爷哥的。现在木木上路跟他单挑，我们现在节奏的话是没有那么的好起，可以稍微往上路小看一下，但是不着急，这个位置先走，掩护队友撤退，做好眼睛，这里做一个，走，他想勾我，这上路这个位置不好啊，兄弟，小心，他们没有继续冲，那这一波可以往中路看一下，他们人也要赶到中路了 ，Q 一下，小龙团战。等下一波小龙团可以看了跟他们接一下啊，你这个地方小心点，能蹭到还行，不着急，这波可以找机会打的。看一下我中路，我这波要开，算了，我们这个位置让出去了，等一下吧，等下一波，那就等打龙的时候再开，我这波先往里面挤，可以跟我一下，不着急。他乌鸦在这个草丛里面卡位置。小心木木，还行，先把中线给抢了。有被晕住了，闪现溜不出来，但是这一波团战已经开麻了，全部技能打在我身上，交给你们了，我的好homie们，我没后续了，但是我这波开得很漂亮，就只需要一个大招开得很好就行了，队友可以打龙。说实话，我这个炼金罐跟闪现没有办法放出来，或者出个水银会更好。没惩戒，没事。木木站出来了，木木抢到了，交给飞哥，打战斗可以，小龙也有，跳下去有没有后续？一个 QA 可以拿下，只放了一个大招，他们这一波啊，说实话他不该对我动手的，但是不动手也要输。不动手的话，我闪现过来，闪现到这个位置，到 AD 刚刚这个位置，然后把他们后排这2个人给他击飞起来，再接一个炼金罐，他还是要爆炸。所以说控我打我的话还是要输，但是结局都一样。闪现先拉开，不着急 ，Q 一下。我们这波队友马上也来了，顶一下没顶到没关系，点燃树，灌一下走。哎，这个灌非常的不赖，大招开起来，他先杀飞机，再撞飞 ，Q 一下看能不能补伤害。没有完成击杀，但是没关系，因为龙还在。小心人马冲了，那这波的话先得去看乌鸦怎么说。
但是没后续了，直接大招狂支，快走，他乌鸦大招还在，先一技能溜开。哇，这波说实话，这没有打过是很伤的 ，AD 那个位置被他斩死了。还有没有后续？我们3个人伤害其实不是很够，小心先撤退。龙的话，这是对面的第2条小龙，那这龙可能就只能给了。没事，给吧这条龙，没关系。有点可惜啊，节奏被对面稍微打回来了一点。盖伦还在追着这个中单狂砍，但是因为我们飞机不在，所以说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个，没有人能打得动这个盖伦。顿留卡尔玛出装上传了吗？还没有，我那个东西有点难录，我就不录了，就大家直播间的同学知道就行了。锤敲，蓝 buff 也吃了，飞机现在是很肥的，走。想一下，他现在佛爷哥打我好痛啊！等下确实得出个蓝盾，然后冰心不用做了，因为佛爷哥的话没有那么的吃冰心，我只要挡住他的爆发伤害就够了。出这个，对，走。然后等到13级的话，可以再给队友打一个装备。现在这一波大龙的话，没有办法起进一步的飞机。有，不是龙怎么是我们的呀？中单抢了条龙是吗？这波中路看一下我可以开大招，把这个中塔给他压了。点中路塔，点就行了，走，点完就走，没关系。他佛爷哥也是会玩的，他每一波物卡的都非常的好。做眼睛，小心。我们飞机是不能死的，飞机死的话就没有人打得动对面的，往下面走。挡一下钩，不着急，这个位置先挡住。我们人马在下面，所以说这一波的话不能着急动手，先把自己的装备给敲出来。31秒钟一个大招，现在基本上就是有大招你就可以直接开。可以看情况找机会。你包括这种换对面中路塔的话是非常舒服的，非常不错。走，人马在下边，盖伦也在下边，但是这边看到了，这波可以把盖伦给包了，可以包他，他死了。把盖伦包了之后，我们可以去打大龙。复活时间30多秒钟，起飞 Q 震还行，走。去大龙，然后等一下我找机会开团，然后人马跟着我冲就行了。队友在后面补输出，我们需要先把他们位置给他压过去，就卡这一波他们没有在的时机点，他乌鸦不在，看我，小心，这个位置不好看，走一下，开了，小心木木，别急，别着急啊，好，这个时候可以开了，木木，先杀机器也行，他们打不过我们的，我们这波人多。OK， 好卖木木，再去打龙，然后这一波的话你们自己去打，然后我在上面看对面佛爷哥就行了，让他过不来，卡这个位置，他想过来 ，Q 一下，走了，行，这个节奏非常不错，机器人这勾是不能勾的，他勾到木木的话，我第一时间开大招，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把机器杀了，再杀乌鸦，非常不错。因为我们人多打人少，守望者铠甲，再出一个蓝盾。你锤我嘛？你锤就是打我，你还别说，还真痛。出了个水银。我现在的话没有大招，没大招的时候还是得稳一点，不能着急冲，把线先给吃了。哦，走，眼睛坐上。野区就不吃了，下路2塔准备推掉，中路的防御塔先跟队友来战斗。木木再带上路，木木上路不好带，你去中路保护那个中单去吧，然后我们推下路就行了。我们不能起3路线节奏，最多起2路线节奏。好，小心木木，小心木木，小心。走了，没事，打他个闪现够了，但是我们这一波不能继续打架了，得走，慢一点。还行，只能推一座。对面这佛爷哥伤害还是有点高啊。然后现在这条龙的话，我们还是得去看的。死了一个人，敲一下装备。你先去动龙，打野，你先去动龙。他们中单不在啊。然后这对面第3条小龙，我在这个位置帮你们看一下。直接打吧，他打野不要了，行。木木超乖，是啊，木木很听话，他这把玩的也很好。中路那一波开的就是被牺牲肉体开的非常不错，给飞机打装备，
飞机这一把也是稳健了，直接做一个你们不用来下路，你们可以去中路稍微小压一下，我们自己起下路节奏就行了。小心啊，小心！你们那个位置一定要小心，不着急。Q， 他佛爷哥的这种雾开的非常的不错，每一波雾开的都很，就卡我们位置卡的我们是没有那么舒服。Q 一下 ，Q 这里。直接开大，往这里撞，没撞到，没关系，走。闪现勾没勾到，但是他们想去骑我们下路的节奏，撞过来，先撞飞，杀了一个人，小心，我们这不得保着自己的飞机先输出，站后面点燃挂上，就保着他，走，拉到了，拉到的话小心，拉到的话他可能要死了，不着急，闪现先拉开，调位。Q1 撞这里，撞飞的同时 ，W 技能烧他，烧盖伦，他有金身。后面的话有一个佛爷哥跟大眼怪的结合体，走，往这里走。他的目标是杀我们家的飞 K， 那这个时候得直接走了，救不了他。哇，这一波说实话被对面找到了一波节奏。这下一条是什么？下一条是远古龙。我靠，这一波节奏说实话有点炸裂，但是我们家人马可以先复活。初步讲，这一波很伤。我们其实刚刚那种时候不去起对面节奏就好了。就等着这个大龙加远古龙刷新，太着急去起节奏了就不好。远古龙应该是要丢了，6秒钟复活，卡这个位置他没有看见 ，Q 一下，怎么说嘛？他直接动龙了，直接开启大招。我们的人马你做到了，牛逼人马！同时木木也很厉害，木木这一波进场没有第一时间开大招，我看到了他的细节，他第二时间在开，然后他没大呀，他刚刚。感谢神秘人送出来的星光闪耀211个啊，谢谢神秘人。木木第一时间没有大招，我以为他故意卡一下那个水银的时候，故意卡一下那个水银的控制。可以，我们这一波做到了，那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远古龙加大龙的话，对面肯定是顶不住的。感谢神秘人给大家送出来的钻石红包啊！现在还说老板糊涂吗？还说老板小气吗？各位，但是山羊这英雄，我今天玩了这一把玩下来，给我的一个体验感就一般。玩洛早就赢了，玩山羊太笨了，太笨了，排位真的不能玩。他捞的一批，不着急，大招直接开。往这里撞，耶！没什么都没撞到，哇！然后人马还死了，有点可惜。不着急，还是不着急上，直接一个大招资 ，W 帮他挡一下，先挡住。哇，这一波说实话不歪撞的话，保护住他就行了。哎呀，起飞，晕眩，往上面走，先杀一个再说。点燃挂上 Q。起飞，杀他，抬闪溜，有后续吗？帮队友扛塔，点塔一波 ，A， 闪现，锤，再见。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就比如说这一把，捞的一批，下一把。还要打吗？再打一把吧，再打一把下班。今天玩的有点爽。你要问我下把想玩什么英雄，其实我最想玩的还是塞纳，我觉得塞纳好玩。除了卡尔玛还有什么辅助比较厉害吗？有啊，时光老头，时光这个英雄也厉害。时光很简单，对线强势，后期也厉害。那就再加班一把吧，兄弟们。最后一把打完准备下班了。但是他这个盾同样也很厉害，因为他这个盾可以给全队套。每次都来玩看不到卡尔玛，可以最后玩一把卡尔玛吗？可以，行，那最后就给大家搞一把卡尔玛吧。时光老头的话我就不玩了，我时光老头玩的话跟大家玩的是一样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啊，是想看 QQ 流的卡尔玛，还是丢流的，还是盾流的卡尔玛？牛头 T 起，牛头要排到 T2 去了。然后山羊的话也差不多，山羊也没那么厉害，山羊也很弱，不强，这就是软辅的版本。
顿顿 QQ， 顿顿，那就顿顿吧，给大家做教学。就最后一把是顿顿流啊，坤坤，搞把2v5的射手。因为我今天不是发了个视频嘛，然后咱们今天来了很多同学，他是从这个视频里面过来的，就是想要去学习。这个版本最强势的一个辅助，最厉害的一个辅助，无论什么阵容都可以直接出的一个辅助，前期强到中期，中期强到后期的一个辅助，只要选出来，并且学了我这一套思路，就出装思路，包括你的一个技能丢技能的一个思路，你就可以用这个英雄。我不吹牛逼啊，60胜率一定是有的，直接选了啊。他这把是 EZ。永远相信你的灵魂。天赋的话，大家不要学我这一套啊，我天赋带这一套。但生命源泉，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要学我这一套。忠诚，然后和复苏，你就带这一套就行了。这就是最适合大家去排位上分的这种思路。然后我为什么带3红呢？因为我带3红带护盾猛击强化攻击加艾琳，是为了前面打压制，是为了跟我的 AD 配合一手。因为我们需要去打一个对线的优势。对线有优势，我们就可以滚雪球，但是一般排位对局当中，大家很难利用这种符文的对线优势去滚雪球。你别说各位了，就我单排我也会带3绿，但我双排，因为我 AD 跟我是双排的搭子嘛，他比较厉害，所以说我会选择带一些前期比较强力的一个符文，然后他牺牲的点就是后期会比较弱，后期没有3绿厉害。出装的话就是第一件 CD 血，第二件出香炉，第二件大家单排出救赎。双排的话出香炉，第3件可以看你的 AD 是什么英雄。如果说是维鲁斯或者是 EZ 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流水法杖；如果说是那种常规 AD 的话，就可以做合音之律或者做冰心什么的都行。看对面射手是什么，如果说对面射手也是软辅保着他就是狂射的那种啊，你就可以做冰心。选这个英雄是我这个赛季顿顿流这个流派啊，是我这个赛季玩卡尔玛，他基本上不会输，打100局他可能只输2把的一种流派，很厉害，就双排就够了，不需要3排，双排也是100局只输个1-2把。怎么上车？没办法上车了哈。咱们最后一把游戏，就平时的话也没办法上车，因为我们平时主要就是打一些高端局的对局，然后打双排。抢不到龙怎么办？我是辅助啊，辅助不用去抢龙的，这个是打野要注意的点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替大家去做解答。我今天怎么不上？我上厕所了呀，然后现在在憋着呢，等会儿准备下播的时候，然后再去上厕所。因为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啊，1瓶水、2瓶水、3瓶矿泉水全部喝完了啊，就直播这会儿4个小时喝3瓶矿泉水。有的时候有些弹幕我是真的不能理解，我上厕所多就说我什么肾不好啥的，那你喝这么多水，你憋你对不对？你试试呢 ？CD 鞋哈，不是至尊上不了车，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就不是上车的直播间。往后退。往这边追击 A 他有加速，走。这一波换血其实换的没有那么赚，因为只打到骸骨上面了，而且被对面2个人狂点的我有点痛。走，护盾，再 A 他，利用护盾猛击去 A 他，点治疗术有就直接开，因为我们2个人血量都耗到了，所以说直接用就行了。他因为他是一个1Z瑞啊，所以说他前面可以站在后面丢技能什么的，会比较舒服。这个时候盾给 AD 的话，我们就不要上去了。你上去换血的条件永远是你在有盾的时候你才上去换血，没有盾就不要上去换血，E 技能开上去。好，这个兵就不给他吃 ，Q 一下他漏了一个兵，非常舒服。但是他漏兵是有条件的，是我要用我的身体去挡这个兵，懂我意思吧 ？A， 再 A 他一下，走 A。我现在啊，我甚至我超燃我都不想带了，我要想带一个那个残暴，把自己前面对线的压制力拉满。你看现在这种换血嘛 ，A 他一下痛不痛的吗？走，2级不要学 W 没用，学 Q， 学 W 的话上去猎人会有点伤的。
3级再学一个 W，A 他 Q， 好，留一个强化护盾哈，不着急，因为现在娜美手上治疗，哎，他是点燃，又 Q 到了，被动永远是在续的，这 AD 是高手啊，但是你看我护盾开上去 A 他一下，他受不受得了吗？他马上没有血量了，他娜美带的是点燃，这2个人一定是高手，因为他玩的很嚣张，他但凡玩的没有那么装，他都不是。瑞文也在上半区，开盾上去再 A 他一下，他现在不敢给我点了。好，男枪这个位置小看一下哈，不着急，夹住 A Q 再见，我有强化护盾，强化护盾开起来吧。来这个位置练住闪现，直接往这里走 ，A 他 A 他，再见兄弟，你很嚣张。瑞文升5级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我们这个时候先往后退，一个大二刮死，然后再给护盾，快溜啊，不是对手了。治疗术啊，这个治疗术捏得很死，就是看他瑞文会不会很嚣张，对不对？这种是真的前面太厉害了。秀不秀，兄弟们？这一波极限的，思路预判。但是 AD 啊，现在打到后半夜，他状态不佳了。我的状态还是杠杠的。你每一波都处理的非常的极限，你包括这一波把瑞文给骗死。如果说没这一波这个技能，瑞文他是不会被骗死的。好，开盾上前就是追击，这兵必须给他压制过去，不给他吃走。躲 Q， 眼睛坐上。护盾给 AD， 这兵不可能给他吃，卡在他这个位置，往上面走。他现在吃兵都是一种错误，你知道吗 ？Q 他，再进草丛，不能吃兵，哪怕是 EZ 手这么长，他都吃不了兵。这草里有眼睛，护盾上去 A 接，不着急，不用练，他会有约束跳前，你练他干什么呢 ？Q， 护盾上前就是 A， 强化攻击，护盾猛击。不给吃兵，护盾向前就是 A， 换血就是亏。只要敢刚，你哪怕你丢技了，有60还是吃到了。炸弹人直接给了个大招，把他们兵线给他又吃掉1、2个 ，Q 一下，护盾向前就是 A 一下就走。注意哈，等强化护盾，他瑞文这边也在这附近，所以说我们要小心，眼睛先吃了，走，哈哈哈。为什么你的卡玛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我已经把这个英雄给他玩到极限了。平时大家只能发挥出这个英雄我甚至可以说啊，只有30%、40%的作用。你用完盾流，你可以把这个英雄发挥出它80%的作用。然后你如果说再细节一点，你的对线再厉害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个英雄啊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就是像我这样的压制力，给一个眼睛，护盾向前就是 A， 再来一个 Q。抵挡伤害，这护盾很厉害的，它抵挡伤害包括加速嘛？你说对面怎么遭得住？加速啊！这个加速一个护盾一个治疗加速，你怎么顶？直接给一个大招，强化一个护盾拉回来，男枪一个大雷往前面追击，练住好，这个时候，击杀，扛塔极限我不死 ，Q1 强化加速溜一手，男枪没想活，还在往前冲，直接点塔。这是为什么我这个赛季玩这英雄啊，基本上不会输。锤溜了，太厉害了！这英雄没办法，他打什么英雄都好打，就是因为这个护盾啊太猛了。你现在都没有护盾，一个护盾能抵挡150点的伤害，这是什么概念？他 AD 得 QA 一下，他 EZ 得 QA 一下，才能说能打破你这个盾，而且前面没有破盾。你前面这种护盾啊什么的太厉害了，加速走，护盾向前。那 EZ 你什么时候见过 EZ 连线都稳不了的 ？EZ 他 Q 很长，他最起码他可以 QQ 兵，但是你什么时候你连 EZ 的线他都很难稳？这一波我跟你说啊，就直接越塔了，他瑞文不在，包杀的。往这里走。闪现先拉开，不着急 ，A 一下，来勾引，加速大招治疗术 ，W 炼术，你还在对我动手，你想得歪呀！就是把自己的盾啊，包括自己的治疗术留到非常极限，你才能有这种效果。你看对面的心，他想干什么我都知道，哇，把这卡尔玛杀掉，他女警跟不上输出，跟不上伤害，对不对？
但是实施的呢，我留了一个强化护盾，留了一个治疗术，你怎么办？你这个位置太深入了，而且我有一个大招把你拉过来，想走的时候，你哪怕交 E 技能交闪现，你已经溜不了了。回家了，香炉做出来，游戏结束了，香炉做出来了。现在就对面，你可以看到对面没有任何一波可以反手的空间了哈，走了。带3绿的话是什么思路？带3绿你也是这种思路，就也是利用护盾上去跟别人换血。或者带3绿你就可以稳健一点，带3绿也一样，但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这种红色系的，你看哪种好用嘛？我是觉得红色系好用，因为卡尔玛前面本来不厉害，但是你带红色系的之后，你就可以让他前面很厉害。但是红色你不要乱带，要带强化攻击、护盾、猛击的，这种是厉害的。你打到现在你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只需要干嘛？好 Q， 那这一波怎么办？侧面给一个大招，再提前给一个加速。但是加速被他妈的中单给吃掉了，还行，这波中单冲的还不赖。Q 1，还有一个治疗术啊，你注意看这治疗术怎么说吗？1，先把果子给吃了，不着急。妈的！这个人谁都不杀，就看我站在那不动就要杀我，闪现 W 踩我，这技能是真的给不出来，治疗术好像也没法按吧？你给我等着啊！想一下出什么装备啊？科研一下，还有什么装备比较厉害呢？基本上你辅助里面装备就这些了，和音之律吧，这把也不用出冰心。他上的点的话，他如果说没秒掉我，治疗术跟护盾开起来，他还是要死，还是要被我骗。但是这波他其实他跟我换是挺赚的，因为我现在作用很大。我现在跟女警的话，我们两个人具备一个，就正常来说啊，女警不被关，我们两个人是具备一个2v5的一个能力的拉扯，因为对面摸不到女警。你看这种护盾量，看这种护盾 CD， 这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选出来的一个英雄，适配所有阵容。2个人对面4、5个，你来开。护盾，哎呦，不应该出这个，应该出面纱的，你知道吗？出面纱给提升女警，然后可以帮他挡铁男的大招。等下我们有机会回城的话，可以试一下。因为他这把唯一的变故就是铁男大招关中你，不然你看女警这个点在这个位置这么嚣张嘛，对不对？哦，治疗术没被关就好。那这一波护盾要给队友的后排了，不能再给前排，因为后排正在打架。E 技能。这个盾啊，现在3.7秒钟一个，你相当于你每1分每1秒钟都可以给 AD 挂上一个疾跑的一个效果，他跑得飞快，你这种 AD 无改的，赶紧去玩，赶紧去学起来，太厉害了，猴塞雷，这就是最厉害的，没有之一。而且这一套啊，我为什么选择教出来给大家？为什么说是最厉害？就是因为简单。首先第一点它简单，谁都能学得会，你懂我意思吧？好，练住往前追击 Q1 强化技能大招回拉过来闪现回溜，这一波铁男给大招一锤拍死，没有蓝量，准备回家，把自己的推棒换成面纱。救赎会不会更好点？差不多，救赎不会更好点。单排的话是救赎，因为单排救赎可以加评分。正常来说，你有一个能够值得信赖的队友的话，你还是第一件给他做香炉，起节的能力会比较厉害。因为你有了香炉之后，女警她就可以提前进入她的发力期，面纱就行了，以示章节。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稍微等一下，跟女警一起出来，因为女警现在是我们家最肥的。男枪虽然说也很肥，但是男枪跟卡尔玛不适配，女警跟卡尔玛适配。好，牛杀帅气。你要干什么？队友的话，现在也是能杀，因为什么呢？因为对面现在这些人啊，被我们打得他还不了手，然后我们队友就会过得非常舒服。这把基本上，这把不可能输不了，除非我们这边啊掉线2个人，那有机会输，不然都输不了。再给加速，你这个盾，你看 CD， 你就看这盾 CD， 后的快的一批，一直加速。哎，无所谓，治疗术有我就直接抬。哦，面纱帮挡技能 W 接，强化护盾给上 Q 接 R 接，这个位置 AD 被秒杀掉的同时往前走，就强杀。哎，无所谓。这种 AD 死了之后啊，你可以看我给我们其他队友的一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好，直接动龙了。
打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帮助队友扛一下这个龙的减伤，然后强化技能给自己的队友。盾的话留到最后再给自己，小盾给自己，大盾给队友。大盾是比小盾要厚很多的，而且加速效果是要快很多的。这一波女警又被瑞文逮到了，瑞文出了一个水银，还真就是冲的还真挺不错的。然后 EZ 也很莽，等 AD 复活。主要是女警这英雄啊，说实话她的很容易被限制，但是有卡尔玛她会过得非常舒服。走喽，还逮他！我不信你不想杀他。加速来了，瑞文没有想着活，大招面纱帮挡啊！你以为啊你不是啊？还在那我关皮成女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但是这个时机点啊，说实话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必须等到他抬手的时候再开大招，这样才能提前预判到他的一个大招。会比较厉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啊，他并没有把我们女警关进去，就是因为什么呢？一个面纱，铁男神呆瓜，铁男这英雄是这样的，他打到后期他没有大招的话就是呆瓜加速，然后打到中后期，我跟大家说啊，你的盾啊，你要一直挂到 AD 身上，不要想着去放强化 Q， 放其他什么技能，你最简单的就是像我这样，不用想着去干嘛。最呆瓜、最傻瓜也是最厉害。你但凡你想秀玩卡玛，想秀，想去练人，想去强化 Q， 你都是傻瓜，都不厉害，都是垃圾。你只有就是说做到最傻瓜的啊，你才能厉害，懂我意思吗？这波的话，我得保护一下 AD。有，我不轻饶你，莫德凯撒，拉屎！哇，这一波没注意啊，他直接闪现过，走了。我们两个人这个时候打不过对面。推棒能挡面纱吗？可以，推棒可以破面纱。想一下再出个什么装备啊？现在我这种装备很难保得住 AD 啊，再出一个这个盾，等下站他身边的话，可以给他加个盾。女警的话，说实话，这把打完啊，他瞌睡有点犯了。塔下金币吃一吃，然后钱就够了，回家直接把自己的守护之势做出来。怎么看下个技能是强化技能？你看我血条下面不是有2杠吗？开个技能变3杠，然后现在是紫色的时候就是强化技能，然后用完之后就没有强化技能，用一个 Q 给一个普通技能，然后用一个 E 也能给一个普通攻击技能 E Q， 然后用大招的话是直接会，就是你开大招啊，给大家看一下，你开大招是直接可以让你的技能变成强化，就比如说你原本是空的这种技能条，开一个大招是可以直接让你的技能变成强化技能的。哦，走 Q 1加速给队友，回口血 Q 眼睛坐上，就盾就一直给。现在解放双手了，让女警加移速、加攻速、点射，对不对？加速，哈哈，他们很难玩的啊，一直给加速就行了。然后你现在盾还有回血的一个效果，就很厉害。你前面是有操作，但打到中后期就没操作了。打到中后期的话，就只用一直给队友盾就行了。护盾给上，哦不着急，面纱挡他技能，再强化护盾，再开大拉，再给强化技能，快跑！他关的是我，关错人了，治疗术开，准备反手 Q 1挡他技能，闪现，很烦，墙太厚了，看一下中单能杀吗？能杀否？哎呀，我靠！怎么不用死了？他妈的，这墙怎么这么厚啊！我真的受不了了。嘿嘿嘿，可惜。现在啊，说实话，可以搞个小救赎了。真的实在是没什么装备可以出了。霍顿重伤你也不需要，法术装备里面也没有你要出的装备。你要不然就来一个这个嘛，继续进一步的减少你的技能级数，这个也行，出个魔法点了。我现在啊，你看我这个盾嘛，现在只有2点多秒钟一个，3.4秒钟，走。锤，
好，我们去看男枪面纱挡他大招啊！这一波保护男枪保护的非常不赖，他没大，再继续去跟我们家 ADC 加移速 Q 加移速，你可以发现我这个面纱放的真的非常的好，要不然就是挡瑞文 Q 闪，要不然就是挡铁男大招。这种啊是需要你有一定的意识，包括一定的手速才能做到的。但是 AD 现在有点麻瓜，技能全吃，给他强化护盾就行了。游戏结束，守也守不住。那么兄弟们，给大家打个广告啊，就马上下班了，已经结束了，兄弟们。然后大家如果说平时有点外卖的话，可以在咱们这个淘宝上面闪购搜索一下这个数字，